草帽团普通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这个时候伙伴们大多都还在熟睡。索隆刚刚睡下不久，不过他很快就会起。5点准时起床的山治简单检查了一下船上的情况，就去厨房为大家准备早餐了。路飞被饭香熏醒，第一个坐在餐桌前喊着开炫开炫。即便是早上，路飞也嚷嚷着要吃大肉，山治也会满足他。其他伙伴也陆续起床，迎接崭新的早晨。今天的早餐主食是三明治。早上8点，大家吃吃喝喝，打打闹闹，聊完天就到甲板上放风。在布鲁克拉奏的轻松旋律中，路飞、乔巴、乌索普新的一天精力充沛，在甲板上疯玩。罗宾日常照料自己养的花，娜美挑选自己今天的装扮，山治和索隆在厨房洗盘子，弗兰奇在能源室里给船添加新的可乐。船慢慢的前行，开始了一天的休闲航海。上午9点，今天天气很好，娜美、罗宾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山治精心准备了爱心饮品和甜点，随时往娜美、罗宾那边送。索隆只要是清醒的时候都在锻炼。路飞坐在自己的特等席上钓鱼，今天的海面异常温柔，快把路飞摇睡了。乔巴在船尾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漂浮的椰子。乌索普和弗兰奇比赛射击，最终乌索普取得了今天的小小胜利。上午10点，罗宾坐在餐厅看书，山治一边整理食材准备午餐，一边为罗宾酱冲泡上一杯暖暖的咖啡。乌索普在专心搞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喜欢游泳的娜美正在享受自己的泳池时光，而其他男生们在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虚拟宴会。弗兰奇在假装自己吃大餐，其实啥也没有，但看着其他人居然口水横流。弗兰奇表演完收到了大家的赞许，好沙雕，估计他们是饿疯了吧。就这样，他们沉浸在了自己的沙雕的虚拟世界里。中午12点，终于开饭了。午饭山治准备的非常丰盛，因为他们下午要上岸玩了，要好好补充体力。另外，山治也提前准备了每人份的海贼便当，以便路飞他们随时开吃。下午1点，一个懒散寂静的午后，突然觉得好困。草帽一伙有些人都有午休的习惯，索隆坐在外面就打起了瞌睡。弗兰奇带着乌索普、布鲁克、乔巴检查了一下船，之后乔巴要睡一下午觉，弗兰奇坐在甲板上冥想，娜美要去日常绘制一下海图。下午2点，路飞饿了，山治在甲板上支了一个烧烤摊，给路飞烤肉吃。索隆还在懒洋洋的昏睡，其他人则来到甲板一起打排球。下午3点，草帽一伙来到了一座度假岛，娜美、罗宾上岸后一如既往的逛街购物，完后大家一起在岸边开始海岸派对和下午茶时光。山治大部分时间都是陪在女士身边端茶倒酒，其他男生就是一起嬉戏打闹。下午6点，大家都玩尽兴了，回到了船上。天色黄昏，草帽团每周一次的横纲大赛开始了，本次选手是路飞和弗兰奇。在大家的加油助威下，双方进入制胜环节，结果双双被娜美终结。这周的横纲得主是娜美。夜幕降临之前，山治已经做好了饭，煲好了粥。今天他又研制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等伙伴们来品尝。晚上7点，晚饭时刻到了，大家又聚在一起，愉快欢闹的进餐。从黄昏到夜晚，充实欢乐的一天快要结束了。索隆爬到瞭望塔上，又开始了高强度锻炼。精力充沛的路飞他们继续在甲板上钓鱼或者玩闹，甚至还给山治要夜宵吃，因为路飞一天至少要吃5顿饭。山治准备了披萨给他。晚上的时间大部分属于个人，罗宾可能在顶层图书馆看书，弗兰奇可能在工作间搞发明，布鲁克可能在甲板演奏音乐，娜美也许在浴室泡澡之类的，大伙各做各的。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有人陆续进入梦乡，只有索隆要在健身房里待很久，通常要锻炼到凌晨4点。深夜的大海无比寂静，不过有索隆在上面，大家可以安稳入睡。草帽团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草帽团穿过的那些好看团服，草帽一伙每个人的穿着都各有特色，山治的西装，索隆的战袍，娜美的泳衣，这些主打风格几乎不变之外，有时候一个团队就要整整齐齐，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团服。首先是阿拉巴斯坦迪拜王子系列，剧情中这是草帽团第一次穿起款式相同的衣服，当时是出于乔装和当地气候的原因。这套团服的特点虽然说是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可是当时草帽团穷的也就剩这身衣服了，路飞都饿得吃拖鞋了。这套衣服是由山治统一购买，而山治也是夹带了私活，专门给娜美、薇薇买了舞娘清凉款，馋得山治心花怒放的。薇薇有点不好意思，娜美则是很喜欢。按照娜美后来跟警卫们的解释，这叫做时尚。山治还说，相比之下，索隆和乌索普倒是很像两个贼。不过其实索隆、山治穿起来还是挺好看的，毕竟他俩一直是衣服架子的存在。之后一伙人穿行沙漠，娜美、薇薇和大家一样套了一件长袍。水之都卡雷拉文化衫系列，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在水之都休整开宴会时，换上了一套休闲装，由冰山老板提供，上面印着卡雷拉公司的 logo。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也是各有特色。比如娜美穿的是玳瑁连体卫衣裙，山治选择的是一件骚粉衬衫打了个领带。乌索普当时好像也是穿的这套团服，只是外面套了个背带裤给挡住了，跟他当时的心境倒也是无比吻合。和之国和服系列，在和之国，警卫们给大家分配了任务，暗中集结起义军。首先呢就是乔装打扮，除了路飞是在寿喜烧那里换的，其他伙伴的服装应该全都是由警卫们提供。既然娜美曾经说残奶带是时尚，那警卫们也扯皮说和之国忍者本来就这样的，让娜美春光外泄，扬眉吐气的占了一把便宜。鬼岛维京海盗系列，为了打入敌营，这套衣服依然是由小锦服装店提供，
娜美罗宾依旧保持性感，兔子穿上也好看。就是索隆嘛，头上突然多了2个角的情况下，高冷中带着一股傻不愣登的可爱，没多久就换回了战袍，还是这样更好看。贝加朋克未来系列，草帽一伙未来岛冒险的最新套装，款式和贝加朋克分身们穿的差不多，不过和别人画风不一样的盛平老大，看起来倒是来像度假的，气质秒变憨憨。当然来度假的还不止盛平，还有山治。这套衣服尤其是靴子，看起来很笨重，不过据波妮和娜美说，这衣服反而是很轻盈的。娜美和罗宾一如既往的好看，没错，尾田是懂未来服饰的。然后山治吐槽弗兰奇，你穿什么都像变态，也是一如既往的夸到弗兰奇的心坎里去了。不过弗兰奇这次居然穿裤子了，真的很震惊。西装暴徒系列，草帽团最特别的一款团服，一整个黑帮砸场子的气势，当时就是把金狮子给镇住了。路飞披着大衣在迷雾中缓步入场，其他船员在两侧待命。这个镜头至今也是路飞最帅镜头之一。海贼王体验装系列，最接近王团气质的一套团服，整体是红色调，斗志看起来非常高昂。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草帽一伙平时变装的时候，的确不像一伙海贼，但是换上这一套衣服后，登上世界之巅的大海贼的那味儿一下就上来了。和这一套相似的，还有德岛片头的那一套，也是有王团的气质。相比之下，这一套更加华贵，很像是拿到大秘宝后，一伙人摇身一变成了贵族海贼的样子。白色晚礼服系列，卸掉海贼和黑帮的气质，草帽一伙更有不曾见过的各种面貌。他们从海贼变回了大少爷、大小姐，浑身上下的尊贵，黄金城赌场里最靓丽的一群仔。路飞的热带衫加西服，索隆的夜行衣混搭西装，山治的潇洒式穿搭，娜美罗宾的稳定发力。论造型，这帮人还没输过谁。然后是黑色夜行衣系列，帅气的运镜再来一遍。剧场版的一大特色就是草帽团永远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主线里穿不上的衣服，在这里通通换一遍。娜美一如既往的是穿的最凉爽的，只穿下半身，上衣系在了腰上，露出泳衣，给单调的夜行衣增添了几分血脉奋张的张力。娜美是懂穿搭的。摇滚朋克系列，Red 剧场版里的草帽战斗服以黑色调为主，装扮上都有铆钉设计，虽然风格大致相同，不过娜美的更前卫，山治更像中世纪骑士，盛平像个黑帮大哥，弗兰奇的莫西干更加叛逆加变态，各有特色。而且仔细看的话，索隆穿的和劲相似的衣服，盛平留着和奎因相似的发型，路飞戴着和大妈相似的帽子，凯妈同盟直呼 OK， 草帽团是懂杀人诛心的。除了这些款式颜色一致的团服，草帽团还有一些好看的衣服，比如每次剧场版开头他们都在度假，那种度假休闲装看起来也很顺眼。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团服，但他们几个凑到一起就感觉很搭，是草帽团的穿衣风格了。此外还有3两人的小众特色团服，比如德岛警卫们给路飞索隆搞的玩偶服，路飞是一条红色的鱼，索隆是一只白猫，看起来又傻又可爱。还有和之国的和风武士系列，他们的头盔的角进行了细节魔改，布鲁克是弯曲的骨头形状，路飞的是独角仙的角，乔巴的就是鹿角，弗兰奇把角扭转了一些角度，变成了一个月亮，也许是衬托他的星星标志吧。好吧，连这都有个人风格。还有海军超新星片的海军制服系列，卡普要是看见了，老爷子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还有蛋糕岛片，路飞、娜美、布鲁克、乔巴、佩德罗、加洛特身上那套很有异域特色的礼服。以上就是这伙人穿过的还挺好看的团服了。总之，草帽团在穿搭上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这就是草帽一伙的默契。草帽团这些人平时都是哪里需要自己就往哪里填，互帮互助。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与不擅长什么，所以在战场上就会发现他们都在默契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路飞会直接找人家 BOSS 单练，一个字莽就完了。罗的总结就很精髓，路飞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仇恨的工具人，给伙伴们提供操作空间。而索隆除了是路飞最可靠的副手，通常对位敌人的2号人物之外，低于失血量2000cc 的单子一般不接。2年后还好，2年前索隆的亨利衫上多少带点血腥味，因为身上的伤就没好过。索隆2年后几乎没怎么掉过血，但是在鬼岛上那么几个小时，把2年后该掉的血又掉回去了，扛了一下双四皇的组合技，没那坦度没那魄力，谁敢接？所以索隆几乎没变，在团队最无助的时候，索隆永远可以站出来担起草帽团的命运。山治属于是灵活就业，风味摇摆人，就像山治自己说的，你做不到的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你来做，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山治2年前动不动就玩消失，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山治总能比别人提前多想一步，别人还在懵逼，山治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山治大多时候还要兼顾对位敌方的3号人物。不过2年后从冰火岛到德岛，山治打架少了，因为他在当各种小队长，比如捞尸小队长、海军小队长、左乌小队长等等。所以山治和索隆的区别就是，索隆锁敌后就千万别动了，而山治可以灵活行动。娜美和罗宾这2个女性伙伴是相当重要的。首先他俩是山治的护花使者，没错，山治是花，娜美罗宾是2大护法，适用于在山治遇到女性对手的时候。娜美帮山治解决了卡利法，罗宾帮山治解决了黑色玛利亚。同时娜美和罗宾在战斗中同样属于智将，娜美是在对战 CP9 的战斗中唯一一个拿到2把钥匙的人，
偷了卫曲一把，打败卡利法得到了一把。在和之国，罗宾则是在黑炭大蛇身边做卧底，不仅获得了关于火焰祭典的各种情报，连黑炭大蛇当天几点起床都知道，满分的情报能力。乌索普的打法就是一物降一物，虽然我不是草帽团最强的，但是我能打你那边最 bug 的干部。乌索普就是这样。除了这一点，乌索普会用自己的能力给伙伴们及时打出支援，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变出来什么，伙伴们几乎都得益于过乌索普的这些小玩意儿。布鲁克属于十项全能，什么位置他都能补。单挑大妈这是路飞干的事儿，对付剑客这是索隆干的事儿，奇袭修女的照片这是山治干的事儿，偷取历史正文这是娜美罗宾干的事儿，驾驶潜水艇这是慎平干的事儿，喝牛奶等于治疗这是乔巴干的事儿，专打 bug 这是乌索普干的事儿，往压缩机里装可乐这是弗兰奇干的事儿，就没有布鲁克不能干的。乔巴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妙手回春后勤保障，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乔巴作为战斗员的次数也很多，而且战绩颇丰，豁出性命守护过梅利号和桑尼号。这种宠物只值1000倍利，还要啥自行车？弗兰奇平时虽然不正经，但在团战中是相当可靠的。他是个很好的任务执行人，弗兰奇会用各种办法取得胜利，包括强吻德岛女厂长。慎平老大的加入，可以说让草帽团的主力阵容更加牢靠，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机智的头脑。在索隆走丢、山治嫖丢的时候，路飞会发现身边永远有个保驾护航的蓝胖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登场机会。草帽一伙登陆后的闲暇时光都在做些什么？草帽一伙人在一起虽然欢乐，不过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经历几天的海上航行，不止路飞这样的野马难免觉得枯燥，其他人远远看到城镇后也会想放松一下。草帽团当时到达罗格镇的时候，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就是更宽广的世界了。每个人都安排了自己的项目，山治要去看美女和采购食材，乌索普要去收集装备，娜美要去买衣服，索隆想买刀，路飞要去海贼王罗杰的水星台看一看。这一次的吃喝玩乐也让他们满载而归。山治获得了超大个的橡皮金枪鱼，乌索普获得了一些装备和杂物，他还买了一些鸡蛋。后来乌索普有种弹药名叫臭弹星，娜美买了一大包衣服，索隆获得了血走和3代鬼彻，路飞获得了阴魂不散的斯摩格。对路飞来说，出海最大的乐趣就是未知的冒险了。还没靠岸，路飞就会兴奋地跳起来。但是吃饭和冒险一样重要。登陆小花园的时候，路飞还不忘给山治先要便当。到了阿拉巴斯坦，路飞还不等其他人下船，就狂奔出去找餐馆，因为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到了空岛，路飞抱起空岛椰果就要生啃，结果比铁还硬。到达水之都的时候，还有香波地群岛的时候，期间路飞除了玩，一样没有忘了吃。鲜嫩的水肉，路飞一口气买了10个。在香波地，路飞买了一大堆鲜贝和巧克力，玩的也是满脸笑颜，非常尽兴。2年后的路飞一样没变，渔人岛上来一顿吃，庞克哈萨德上来一顿吃，德雷斯罗萨上来一顿吃，万国上来一顿吃，鬼岛上来一顿吃，蛋尖岛上来一顿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嘛，这是路飞登岛后必不可少的固定项目。然后山治真的就是居家好男人的类型了，山治空闲的时候大多都是去采购物品和食材。哦对，还有搭讪美女。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和乔巴负责去采购，微微需要一些乔装的服饰，娜美想要香水，山治欣然答应，索隆想要吃的和酒，乌索普想要辣椒水，山治虽然嘴上说才不管他们呢，但还是把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在空岛，山治还用热贝做了一席空蒸海味满腹全餐。在水之都，当时船上只留下了水火不容的索隆、山治，这种空间自然维持不了多久。山治很快也下船去采购一些食材去了。2年后回归香波地群岛，山治也是一边采购食材，一边找索隆的踪迹。找到索隆的时候，手里已经买了一大堆东西了。登陆的地方如果有商场，那娜美罗宾一定少不了逛街购物，2大团花必须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过除了购物本身，娜美罗宾还有自己的绝活。罗宾在加雅岛买衣服的时候，顺便搞到了关于空岛的一些线索，而娜美购物的时候，砍价更是直接能把老板给砍崩溃。娜美倒是能节省不少钱，卖家疯了呀。其实说起来，娜美、乌索普、乔巴胆小3人组一开始是能不登陆就不登陆的，毕竟他仨得了同一种病，不能登岛的病。登陆小花园的时候，眼看伙伴一个个出去玩，娜美、乌索普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一同守船的山治这边，结果索隆挑衅山治，山治也愤怒出走，跟索隆开启了狩猎比赛，只留娜美、乌索普相依为命，但之后还是被巨人族请上岛做客。在海贼云集的加雅岛，山治本来也想跟娜美他们出去的，但这一次高低是被可怜的乌索普和乔巴强行挽留在了船上，他仨也就趁这个机会把梅利号修缮了一下。不过如果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胆小组一般会下船跟伙伴们去玩，当然有时候他们也负责守船。然后是散步往索隆，索隆登陆的时候一般山上是没有什么任务的，但索隆偏偏还很喜欢独自散步，船上待久了确实有点烦闷，但不得不说在散步这方面索隆真的是又菜又爱玩。伙伴们一般是要极力阻止索隆这种行为，但无奈索隆对自己的方向感似乎充满了自信，后果大概就是索隆不知道迷到哪里去了。但神奇的是，索隆有时候迷着迷着又迷到伙伴那里去了。另外索隆有时候也会留下来守船。然后是变态可靠的弗兰奇，弗兰奇登陆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伙伴们一起行动，一起沙雕的玩乐，但有时候也会恪尽职守。
桑尼号在跟飞鱼骑士团冲突的时候耗尽了能源，弗兰奇放弃了和大家一起出游的时间，和乌索普一起维护了船。2年后回归，也是最先直奔桑尼这边来。氛围组布鲁克，他虽然能当路飞的太爷爷了，但和路飞他们一样贪玩。登陆后跟路飞他们一起吃喝玩乐。香波利群岛的时候，小吃店老板让他们可以试吃，路飞、乔巴、布鲁克差点给人家老板干倒闭。登陆蛋糕岛也是，路飞、乔巴、布鲁克他们仨俨然成了新版欢乐三人组。只要草帽团一登陆，就少不了布鲁克出来活跃气氛，跟着大家胡闹。然后是盛平老大，盛平和大家一起登陆的时候显得非常老实乖巧，自己有没有想做的事儿不重要，一路都陪着伙伴。一开始刚融入草帽团的时候还比较拘谨，然后就是成了专业捧哏。这一次登上弹尖岛，路飞、乔巴、波妮仨吃货又干到饱腹形态了。人家说哇，你们4个可真能吃，肚子都鼓鼓的了。盛平在旁边来了句，我本来就这样，可让盛平老大可爱死了。在草帽团去过的这些地方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冲着茶价去的，而是想自由自在的吃喝玩乐，毕竟这也是冒险的灵魂所在。草帽一伙在船上的私人领地，在大海上冒险，船就是家，布置的舒服顺心，自然也就是给航海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草帽一伙人平时还真挺会享受的，包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动空间。首先，路飞的私人领地就是船头，这是路飞铁打的习惯。路飞做什么都喜欢坐头部位置，万恶之源就是路飞在红发的船头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从此，路飞就钉在了船头上，再也没下来过。谁跟他抢这个位置，他跟谁急。甚至在左屋的时候坐鳄鱼的鼻子上，害得人家看不清路了。路飞为什么喜欢船头？除了路飞是船长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这里的风最自由吧。当然也可以脑补一下，也许红发也喜欢坐船头。索隆的私人领地瞭望塔，这个从梅利号就约定俗成了，因为索隆很多时候都负责守夜和安保工作，除了在甲板上打瞌睡，在上面也更方便补觉。换到了桑尼号后，瞭望塔也布置成了一个健身房，应该是索隆平时最爱待的地方，平时就在里面撸铁冥想。山治的私人领地厨房，山治喜欢做饭，对他来说应该挺享受厨房时光的，平时在开发一些饮料甜品，给女士们一个小小的惊喜。说厨房是山治的私人领地，因为除了路飞，其他人不到饭点也不会没事去厨房，防火防盗防路飞，冰箱都上锁，防狗一样。娜美罗宾的私人领地，首先是他们的闺房。下空岛之前，除了娜美，草帽团还都很穷，男寝没有什么像样的置办，但女寝相对来说非常温馨整洁，完全两个世界。娜美罗宾同属一室，然后就是梅利号的顶层是娜美专属的橘子园，橘子园的保安是山治。换到桑尼号后，娜美罗宾的闺房也变得更大更漂亮了，还是同样是同睡一张床，真怕他俩一起睡久了，日久生情搞蕾丝。当然这里也被山治称之为桑尼号上的秘密花园。另外从梅利号上移植来的娜美的橘子园和罗宾养的花也算是私人领地。乌索普的私人领地乌索普工厂，梅利号上的乌索普工厂是在厨房、餐厅、操作室一体的综合房间里，毕竟梅利号的空间有限，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个房间。换到桑尼号后，乌索普工厂在负一层的船尾部分，和船坞系统是一层。在顶层花园，乌索普也有一片自己种植的植物，平时对其照料有加。加洛特偷偷在那里种了一颗萝卜，不知道现在长大了没有。乔巴的私人领地实验室，在梅利号的时候，乔巴的实验室在仓库里面，是乔巴加入后临时加的，因为这里面平时是放一些淡水、食材，乔巴来了之后腾出来一部分空间，放了桌子、书架、枕椅和一些药品，这里就是乔巴的诊所了。虽然那个时候大家的条件不如现在，不过还是过得很开心呀。换到桑尼号后，乔巴有了自己独立的小诊所，医疗设备非常齐全，可以安心的搞实验了。弗兰奇的私人领地，他的武器工厂也是在船的负一层，和乌索普工厂互为隔壁，这里堪称是草帽团的科技博物馆。布鲁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私人领地，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个，音乐家都是无拘无束的，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平时布鲁克在甲板上演奏，伙伴们会围坐四周，那甲板就是布鲁克的演唱会，布鲁克的主场了，他就是甲板上的主角。盛平的私人领地，桑尼号酒吧里的鱼缸。当时草帽一伙入驻桑尼号的时候，路飞乌索普逮了一条鲨鱼进去，后来盛平的出现，那没毛病，这就是给盛平准备的。只不过后来盛平在船上的时间大多都是紧张时刻，目前日常休闲的机会还不多，不知道盛平老大喜不喜欢自己的这间卧室。所以草帽一伙玩的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集体的游乐项目，其他时候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专心搞一些事情。看来在冒险中享受生活也是草帽一伙的必修课。草帽一伙加入时，亲朋好友都送了哪些礼物？草帽团很多人加入时都是喜中带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是喜，但这终究也是一场和故人的离别，所以很多伙伴的亲朋好友也会送上一些念想。乌索普加入前，因为大家击败了黑猫海贼团，对可雅有恩，可雅小姐主动提出送一艘船给路飞他们，这就是管家梅丽亲自设计的梅利号了。梅利号也陪伴草帽团走过了一段惊险但快乐的冒险历程，她也永远是草帽团的一员。山治告别时，之前娜美把梅利号给开走了，一伙人苦于没有前往可可西亚的工具，那自然是海上餐厅的伙计们送了条船。这艘绿色条纹的船虽然没有梅利号大，但也足够遮风挡雨，只是这个送行礼物并没有存在太久，可以说这是草帽团第一艘飞起来的船，他们居然把船开飞了。
然后还撞到了索隆，这艘船就这么报废了。娜美临走时，姐姐诺奇高把自己的手镯送给了娜美，所以可以看到娜美手上的穿戴，除了记录指针外，还有姐姐给的那个镯子。另外，娜美从橘子园里移植走了3棵橘子树，这3棵树对娜美也非常重要，毕竟代表着贝尔梅尔。当然，娜美临走时还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作为启动资金。虽然大家嘴上骂骂咧咧，但心里非常替娜美高兴，因为娜美去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去了。钱包送行，想必大家也是很乐意的。乔巴加入时，朵莉尔姨娘用希鲁鲁克临终前的发明给乔巴送行，这是朵莉尔姨娘给乔巴的礼物。乔巴看到后嗷嗷大哭，原来这就是治愈的奇迹樱花。这里乔巴有希鲁鲁克的一个夙愿终于实现的欣喜，也有没想到姨娘用这种方式跟自己告别的意外，也有对这漫天粉红色雪花的美丽震撼到，更是对姨娘的不舍。此后乔巴的技能里也有一些以樱花命名来致敬希鲁鲁克。弗兰奇加入前说想给草帽一伙造一艘梦之船，当然弗兰奇心里是想和路飞他们一起走的，只不过并没有讲出来。冰山和工头们知道后，齐心协力下，复杂的桑尼号只用了3天3夜就造出来了。这艘梦之船也代表了水之都的心意。另外，冰山还送给了草帽团的新船一个最合适的名字，因为他们起的名字都太非主流了。最重要的是，小弟们其实已经看穿了弗兰奇的念头，无论如何也要逼老大这一刻要为自己而活。离别之时，也恰好罗宾拿捏了一手，让弗兰奇看起来是为蛋而哭，但其实那都是不舍的热泪。盛平在蛋糕岛加入，这个告别氛围就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了，毕竟还处在尚未脱离险地的时刻。太阳海贼团的兄弟们也为老大送上最壮烈的践行，那就是阻拦大妈海贼团的追击，掩护草帽团撤退。只不过盛平老大还是放心不下小弟，脱险后重新回去，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好在再次归来的盛平安然无恙。路飞出海的时候，风车村的人给他送行，然后还有条小船，有个桶，虽然没有太花哨，一切从简，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桶却不简单，可是救了路飞的命。幸好送行人里面没有卡普，这会儿卡普应该还在上班，不然送给路飞的就是邦邦2拳。还有3个比较特殊的，罗宾、布鲁克、索隆。罗宾倒贴上船，布鲁克秒同意。他俩上船的时候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众所周知，经历所致。可索隆呢是最特殊的，他有到场的师徒，但是索隆却找不到回村的路，就直接跟路飞混了。也难怪索隆是个开局大礼包了。不过话说回来，再好的礼物不如和亲朋好友好好道个别。草帽团一路上最棒的收获，永远都是那个上船的伙伴本身。草帽团没钱的时候改善生活的4种方式。在草帽一伙的艰难时期，除了娜美有点存款，勉强维持开支，其他人可以说兜里比脸还干净。不过就算是这样，草帽一伙还是有办法能经常吃到丰盛大餐，这就不得不说草帽团改善生活的小妙招了。首先就是吃霸王餐，路飞从小就是吃霸王餐的惯犯，后来索隆也就被带坏了，所以他俩身上常常是1分钱没有，结果却能心大的在饭店里吃得像个首富一样。在罗格镇，巴基就当了给他俩付钱的大冤种，不过路飞索隆还是很礼貌的，临走时还退给了巴基多余的钱并道谢。有一次路飞索隆吃关东煮，最后结账11贝利，这个价格真是比乔巴还厚道，但是两人压根1分钱没有。路飞用了一块嵌有未来海贼王字样的石头来抵账，可想而知，两人直接被老板给摁了。时至今日，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到了阿拉巴斯坦，当时的路飞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冲进一家餐厅，阴差阳错的撞飞了斯摩格和艾斯。路飞也没管自己撞到啥东西了，直接开始炫饭。等3个人你追我赶跑出去后，老板懵逼了，店拆了，饭吃了，钱呢？之后路飞和乌索普买水喝，可谁知又遇到了斯摩格，烟鬼被喷了一脸水不说，俩人抱起水桶撒丫子就跑。老板把钱还算在了达斯奇的头上，那没办法，只能交了。海军给海贼付钱也是很离谱了。除了吃霸王餐，靠各个地方的好心人接济才是草帽一伙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刚到一个地方会认识新的朋友，比如在空岛上，当时草帽全团只有5万贝利，不过科尼斯一家就提供了很多空岛食材，山治出手艺，做出了非常丰盛的大餐，改善生活。另外，如果帮助了一个地方之后，当地人也会热情款待，对草帽一伙来说也是免费改善伙食的好机会。而2年修炼期间，其实大家的伙食情况都很好。路飞这边，别看是在猛兽岛上，女帝可是会定期送来大餐，有些还是女帝亲自做的。罗宾在革命军那边更是 VIP 待遇，索隆这边有鹰眼佩罗娜这俩厨子听候差遣等等吧。再加上每次大战之后的例行宴会，更是堪比过年，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出物资，山治出手艺。当然除了司法岛那一次，路飞一场宴会花掉1亿贝利，过于离谱。通常草帽一伙在宴会上基本上不需要花什么钱，直到和之国结束，这会儿的草帽一伙其实早就不差钱了，但依然保持着靠当地人接济改善生活的习惯，因为这些酒肉都是从凯多集团缴获的战利品，不吃白不吃。而在没钱又在海上的时候，山治才是能改善生活的存在，毕竟边角料也能做出好饭，大家会一起钓鱼给山治作为食材。不要小看几条鱼，在海军要塞的时候，山治用剩下的鱼都能做出丰盛大餐，平时1条鱼做8个菜不过分吧。山治还可以用一些常见的食材做出非常好吃的零食，曾经做过一种土豆派给大家换换口味，看他们在那里吃的酥脆，看起来非常好吃。除了吃霸王餐靠人接济，山治兜底保障之外，
还有一个改善伙食的终极办法，那就是储备粮乔巴。其实，在恐怖3人帆船之后，草帽团迎来第2次报复，后面草帽团的伙食情况就一直没差过。但山治离开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山治就刚走这么一会儿，食材霍干净了，路飞还差点被鱼给毒死。可见路飞跟山治说：“没有你，我当不了海贼王。”此话不假。那这个时候，胖乎乎的乔巴可以说就是一顿鹿肉大餐，紧急时刻改善伙食，储备粮就是这么用的。不过话说，除了路飞花了1亿那一次，草帽团在娜美管钱、定期发放零花钱之下，在吃饭这方面其实还真没花太多的钱，多半是各种白嫖方式。所以只要不让路飞碰钱，草帽团就可以一直富有。草帽一伙平时各自工作的繁重程度，在大海上日常航行，一个海贼团需要分工协作，而草帽团根据他们的专长，有着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其实大家平时都有事情要做，只不过职业不同，给人带来的忙碌感受也就有轻重之分了。当然，如果非要找一个船上平时最闲的，那无疑就是船长最闲了。路飞平时确实不需要干啥活，从路飞奇特的作息上就看得出，路飞平时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要做。不过作为一个海贼团的领头羊，路飞平时需要做一些重大决策，包括确定草帽团的下一个目的地，剩下的自然就交给伙伴们去细化了。路飞则是在战斗中挑最硬的骨头啃，此刻才会体现船长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来看的话，路飞平时的工作虽然不能很具象化，但却是一个海贼团前途和意志的体现。布鲁克比较悠闲，如果看布鲁克的睡眠时间，他只睡5个小时，但是更有可能是老年人睡得比较少。布鲁克平时的工作也不繁重，经常可以看到布鲁克端着他的茶杯在甲板上悠哉悠哉的喝茶。不过作为音乐家，布鲁克当然还是有很具体的工作的，为大家创作经典的旋律，气氛到位的时候演奏一曲，在大家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后，给大家带来欢乐和放松。罗宾游刃有余，罗宾的睡眠作息还是非常健康的，晚上11点睡，早晨6点起。作为考古学家，罗宾平时的工作就看书、养花、陪娜美逛街购物，所以罗宾常常显得安静优雅。不过罗宾每天看书研究的时间还挺长的，经常出现在图书馆、餐厅或者甲板上看书，可能会有些累吧。不过其实工作繁忙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罗宾的身上，毕竟花花果实工作效率无敌。在左屋的时候缝床单，一个人干200个人的工作量也是轻轻松松拿捏。乌索普有点忙，乌索普的作息就有点熬了，夜里1点睡，早晨8点起。作为在战斗中才能大显神威的狙击手，其实乌索普平时也没有很固定的工作。乌索普要做的事情烦但不重，杂活比较多。比如弗兰奇上船之前，乌索普会兼任船将，修修补补，往后还和弗兰奇一起测试新的发明。桑尼号上有他培育的植物丹药需要打理。作为狙击手，乌索普有时候也会担任瞭望手的工作，也会偶尔分担一下下水捞人的工作，还有就是经常钓鱼给山治当食材。不管在梅利号上还是桑尼号上，都有一个乌索普工厂，是乌索普专门搞他那稀奇古怪的发明用的。平时乌索普很多时候就待在这里，所以乌索普干的活确实挺杂的，但每一样都不算重。乔巴通常挺忙的，乔巴是草帽团里一口气睡得最多的，从晚上9点一直睡到早晨7点。虽然睡得很多，不过乔巴属于特别刻苦努力的，经常看到他在勤奋的工作，研制一些新的药物、新的配方。草帽一伙有几个人还是比较奇葩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生病，这倒也减轻了乔巴的一些工作量。不过奈何草帽一伙打架受伤的时候比较多，这个时候乔巴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为什么每次草帽团战斗完很快就活蹦乱跳了？一个好厨师，一个好医生不可或缺。而且乔巴有时候也会给友军治疗，此时乔巴的工作量就会激增。慎平比较专注，作为最好的舵手，草帽团以后开船的事儿就全权拜托慎平了。这份工作其实还需要很大的精力和专注度的。好在娜美和弗兰奇的协助下，慎平也不会太疲惫。当然，慎平还有另一份工作，那就是草帽团捞尸大队队长。以前都是索隆带头捞，现在这已经到了慎平的专业领域了。一个海流过肩摔，你们只管钓，捞不上来算我输。弗兰奇会很忙，弗兰奇夜里1点睡，9点起。虽然现在慎平担任了舵手，不过弗兰奇作为船将，平时检查维护船只，修补补，填装能源，甚至卸到桑尼号上的秋千也需要检查。这么一艘大船，工作量也不会少。桑尼号之所以能一直驰骋，弗兰奇的工作非常重要。弗兰奇也会搞一些发明，这些工作也相当耗时耗力。索隆会很累，索隆的作息完全就是修仙，凌晨4点睡到早晨7点，身体那真好。索隆经常要在健身房里锻炼到深夜，并兼职守夜站岗，所以索隆白天会在甲板上打瞌睡，并附带疗伤效果。在这种状态下，索隆还需要承担一些出力气的活，何况2年前索隆身上的伤还就没好过。这一路上，索隆也没少干过很多杂活，修船、捞人、洗盘子，当娜美的苦力，照顾乔巴，船上一些大小事务。而且作为实事上拿把手，还得费心尽力地督促船长。工作不仅烦，而且重，还是让索隆睡会儿吧。娜美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别看娜美的作息也很充足，但这艘船没有娜美一会儿都不行。出渔人岛的时候，只因娜美去洗澡了10分钟，其他人就捅了娄子。平时娜美当然还要负责观测海流天气，掌握航向，绘制海图，精打细算草帽团的各项花销，维持船上秩序，时刻确保这帮人不会把船开进沟里，精神高度紧张。想想就知道娜美每天还是非常忙碌的。而山治才是每天忙得满满当当的。山治早晨5点就起床，半夜12点睡觉，从早餐到夜宵，精心照顾伙伴们的饮食。草帽一伙的食量惊人，尤其是路飞一天要干5顿饭，加上大家的一日3餐，山治做完这顿就得准备下一顿，时不时的给娜美上点饮料点心，
再给其他人整点小零食啥的。碰到宴会还得大显身手，饭后收拾桌子、刷碗、洗盘子，上路的时候去购买一堆食材回来。平时山治还是娜美橘子园和厨房冰箱的保安，即便睡觉也会担心路飞会不会偷吃，夜长梦多，赶紧起床。作为主力，战场上还得跟人玩命，这是一会儿也不能歇着。作为伙伴，草帽一伙之间都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他们自然也很喜欢自己的职业。不过要说谁的工作看起来最繁重，山治背地里的辛苦就像他默默的温柔。草帽一伙已经实现的小愿望。草帽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以及拥路飞成王。当然，这些最大的梦想还不着急实现，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想要的东西。这些小愿望已经逐渐实现了。首先，路飞想要的有很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他很早就嚷嚷着想要一个大大的铜像。从空岛有钱了，就许下了这个愿望。但众所周知，换来的3亿贝利几经周折，最后也没能如愿。2年后在德岛，路飞望着居鲁士的雕像许久，他感觉这个人和这个雕像都贼帅。终于，最后路飞成为德岛英雄，民众为路飞建了一座高大帅气的雕像。同时还有乌索普的，虽然不是最初想要的铜像，但起码这个愿望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索隆除了喜欢喝酒，算是比较清心寡欲的，但索隆有一样非常想要的东西。在小花园的时候，借助乌索普的火攻，索隆用出了烧鬼斩这一招。事后索隆评价燃烧的刀也不错，所以后来索隆亲口说想要一把火焰刀。遇到锦问门后，索隆对燃烧的刀更加感兴趣了，因为虎火流不仅能斩断火焰，更加标志性的还能在刀上附着火焰。其实早在对付龙马的时候，索隆就用了一招飞龙火焰击败了龙马，看起来更像鬼火。到了鬼岛，索隆用出虎火流烈焰斩，多次虐待普罗米修斯。索隆说自己已经学会了虎火流，虽然索隆不太可能再有一把火焰刀了，不过学会虎火流，能玩出类似锦问门的虎火流火柳一闪，其实也差不多相当于有了火焰刀。娜美在小花园之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不拖大家的后腿，能有一个趁手的武器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愿望当时虽然看起来是很快就实现了，那就是乌索普给的天后棒，只不过当时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所以娜美这个愿望的实现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天后棒经历了多次的升级，如今融合了宙斯，娜美甚至也可以独当一面了。娜美的身心成长都清晰可见，实现了当初的愿望。乌索普一直有一个船长梦，外加8000部下，当然他出海前就已经是乌索普海贼团的船长了，这就另说了。乌索普在德岛一战封神，收获了数千迷弟，小人族的船甚至都是乌索普船长的形象，巨人族也把乌索普奉为神，所以神的愿望怎么能叫愿望？那只是神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预言而已。山治的愿望也有很多，人鱼、奥布路、隐身，但山治的运气其实超级好，他一路都在实现愿望。人鱼见到了，奥布路他自己承认找到了，那就只能这样认为了。隐身也体验过了，而这3个东西其实可以概括为一个东西，那就是女澡堂。在和之国，山治用隐形黑进入了奥布路，看到了美人鱼，山治真的无憾了。乔巴，其实乔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星一族。乔巴的偶像有很多，索隆、狙击王、霍古巴克，还有贝加朋克。而天才医生霍古巴克正是乔巴的行业偶像。在恐怖3帆船，偶像的力量甚至让原本很害怕的乔巴变得无比期待，因为见到自己行业偶像是乔巴一直以来的心愿。收到霍古巴克的接待后，乔巴还要到了偶像的签名，愿望实现，非常开心。只不过后来霍古巴克因为医德问题，在乔巴心里塌房了，所以现在乔巴房间里挂的是狙击王的签名，而不是霍古巴克的。罗宾小时候被别人看作是怪物，被人欺负，一直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奥哈拉毁灭的时候，萨乌罗曾经对罗宾说，你终有一天会遇到能保护你的伙伴。但这个愿望对罗宾来说并不容易，这一找就是20年。在阿拉巴斯坦，罗宾遇到了草帽一伙，起初成为伙伴的时候，罗宾显得很想融入他们，但罗宾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种拖累。终于在司法岛，伙伴们为了罗宾不惜向世界政府开战，而罗宾终于也有了当初梦想中的伙伴。弗兰奇的一些愿望也早已实现，建造海上列车和梦之船。不过一个将变态之名看作是一种捧杀的人，还有一个愿望自然是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弗兰奇收到的夸奖越多，他的愿望也将一步步升华。虽然不知道他最终将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但起码现在感觉他已经是个很成功的变态了。布鲁克总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这个也是他的心愿，但每次都会迎来无视或者暴揍。终于2年期间，布鲁克降临在了一个部落里，被那里的人认为是恶魔撒旦，那里的所有人都很乐意的帮布鲁克实现了这个愿望。慎平，自太阳海贼团成立以来，慎平都在为解放奴隶和愚人岛而奔波。在蛋糕岛，慎平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那就是跟太阳团的兄弟们说，我要加入草帽团了，获得了全团的支持。慎平这个上船跨度真的很长很长，从愚人岛被邀请一直到蛋糕岛的宣言。只不过当时慎平要先处理完和大妈海贼团的关系，虽然受到大妈的阻挠，但最终慎平的这个愿望也得以实现。胆大包天的草帽团都最怕些什么？草帽一伙这一路上斗过世界政府，打过海上皇帝，往往是越战越勇。不过他们怕的还恰恰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并且是心理上无法克服的那种。首先山治最怕虫子，要说山治心理上有对家庭和人妖的阴影，但是这2样他都能克服。
可是怕虫子，这个恐怕是永远难以克服的。在加雅岛抓指南鸟的时候，最吓人的莫过于是有什么东西不声不响地爬到了身上。山治他们先是遇到了一堆蜘蛛，从来没见过山治如此狼狈的状态，并表示他这辈子从来不会跟这些恶心的虫子打交道。而一旁的乌索普居然把蜘蛛放在手臂上把玩，更是让山治娜美不能忍受。当背后出现一堆飞蛾和蜈蚣的时候，他俩人就只剩在森林里狂奔了。另一边的索隆则是杀虫的高手。当然，看似什么都不怕的索隆也有怕的东西，一个是达斯奇。索隆见到达斯奇后跟见到鬼一样，确实也正是因为达斯奇跟逝去的青梅竹马古伊娜长得很像，索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震惊了。除了小时候被古伊娜支配的恐惧，因为太像的原因，索隆对达斯奇很难没有心软的感情。还有就是佩罗娜，索隆被幽灵公主活活支配了2年，而且佩罗娜救过索隆的命，还给索隆带路，索隆又不能对自己的恩人很粗暴，所以2年后佩罗娜训斥索隆的时候，索隆甚至都不敢顶嘴，调教得很成功。路飞最怕爷爷，打过天龙人，惹过世界政府，视四皇的领地为公共厕所的路飞，还真挑不出来能让他怕的敌人。但路飞此生唯独见到爷爷卡普会腿脚发软，瞳孔涣散。还没习得霸气之前，路飞只知道爷爷的拳头是天底下打人最疼的东西。还有小时候对路飞进行魔鬼训练，不听话就铁拳伺候。虽然卡普现在的状态生死未卜，不过退场归退场，还是不愿意相信卡普就这么死了。毕竟以往的生死未卜基本都死不了。弗兰奇一个是怕罗宾，众所周知，这个应该是弗兰奇永远都无法治愈的心理阴影。还有就是弗兰奇怕后背受到袭击，因为是自我改造，弗兰奇并没有改造后背，依然保持肉身，所以弗兰奇正面的时候无所畏惧，非常硬汉。但跟山治和狙击王说自己是钢铁之躯的时候，狙击王居然拿了根针在弗兰奇的后背扎了一下，疼得猛男弗兰奇吱哇乱叫。布鲁克最怕鬼，这个是最高的，在恐怖3维帆船见到佩罗娜的幽灵直接被吓瘫，僵尸见到布鲁克，布鲁克见到僵尸，僵尸和布鲁克同时被吓到，蛋糕岛看到骷髅人偶被吓哭，甚至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会被吓到。所以布鲁克变鬼后应该没怎么照过镜子，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跟这些鬼完全是同类，所以才有了骷髅冷笑话。然而布鲁克自己扮鬼吓人的时候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罗宾最怕青雉，多年混迹于黑暗中的罗宾早已练就了冷静性格，不过在长链岛见到青雉的时候还是直接面露惊恐，瘫坐在地上。在水之都宴会上再遇青雉，罗宾也是从御姐秒变乖乖女，毕竟屠魔令对年幼的罗宾伤害太大了，并且当着罗宾的面表面上干掉了萨乌罗，留下了你要是不听话我也一样干掉你的话。青雉真的是太会吓唬小孩了，让罗宾从此见到自己后老实无比。当然现在罗宾应该能理解青雉的良苦用心了。然后是胆小3人组，乔巴一个是怕路飞，毕竟是恶风的路飞首选的储备粮，不过乔巴变成乔胡子的时候，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无法克服的有2个，一个是怕热，在气候多变的伟大航路，有天然毛皮的乔巴从不畏惧寒冷，反而会觉得舒服，相反遇到炎热直接就瘫了。如果再加上干旱的话，在阿拉巴斯坦乔巴只能被人给拖着走。还有乔巴最怕香水，因为嗅觉非常灵敏的原因，乔巴是真的受不了这些刺鼻的东西。娜美和乌索普，要说怕，胆小组没有不怕的，但是提起四皇一个比一个怕，打起四皇一个比一个猛，这也是胆小组。不过娜美和乌索普他俩倒是得了2个相同的病，一个是赏金上涨就会崩溃的病，一个是一登岛就会死的病。慎平老大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唯独就是怕娜美，毕竟对于娜美的经历，慎平一直怀有愧疚之心，甚至屈膝向娜美道歉。娜美也是敢骑在慎平老大头上，慎平还没有任何怨言的人，连路飞都看不下去了。正好慎平也算是入乡随俗了，毕竟草帽团里的男生有一个共同怕的人，男生就没有一个是不怕娜美的。草帽团面对敌人虽然无所畏惧，但打败魔法的只能是魔法。草帽团征服世界，娜美征服草帽团。草帽一伙那些很有个性的私人小物品，草帽团在冒险中经常使用到一些私人小物品，不经意间的彰显他们的奇特个性。草帽团保温杯3人组，乌索普的粉红色保温杯。第一次见乌索普他包里翻出来这个的时候，顿时感觉乌索普居然有这么可爱现代的东西。然后索隆也用乌索普的杯子喝了水，果然猛男就该配骚粉。然后布鲁克也有自己的保温杯和茶杯，布鲁克这个更加帅气有设计感，上面也有布鲁克的骷髅图案。后来路飞2年修炼期间，女帝也送给了路飞一个贴心的保温杯，上面也有9蛇海贼团的标志。路飞把保温杯挂到身上也非常的可爱。索隆的腰封和头巾，索隆腰上戴的腰封或者说是裹腹，可以保暖也可以帮助索隆挂刀，本来没什么的，结果小冯因为这个给索隆起了个外号叫小肚兜，从此一想到这个再也无法正视索隆的穿搭了。不过索隆不管换什么风格的衣服，经常也会穿戴他的肚兜，倒也别有一番特色。还有耳钉，这个平时一般不太会注意的私人小物品，但是细看下来，索隆的耳钉非常帅。别人的耳钉通常一边只戴一个，索隆戴3个，象征3刀流。在索隆闪躲腾挪的时候，耳钉也随风摇曳，显得非常潇洒飘逸。山治的打火机，作为抽烟达人，山治自然少不了打火机。山治的这款打火机纯金打造，外观雕刻着一条沉睡的美人鱼，有泡泡图案点缀机身，而且还真的有这么一款打火机，是兜朋品牌140周年纪念时尾田亲自设计的一款，尽显尊贵显赫，非常符合山治王子的气质。后来也是山治最具代表性的私人物品。
弗兰奇的小手手。2年后，弗兰奇经过大改造后，他粗大的手已经不再那么灵活。不过弗兰奇果然还是留了一手，他是真的留了手，在双掌的掌心处还可以伸出2只依旧灵活的小手。这双小手可以帮他吃饭，做一些精细的维修和其他工作，甚至还可以用于挑衅对方。弗兰奇害羞的时候也会伸出这种小手按一下自己的鼻子。罗宾的浇花水壶，在桑尼号的小花园有罗宾养的花，平时罗宾没事就去浇水养花。而最让罗宾喜爱的浇花工具就是乌索普给罗宾发明的这个僵尸浇花器了。灰不溜秋的颜色，长相奇怪的喷头，浇花时据说还会发出恐怖的声音，这迎来了山治的吐槽，但是罗宾他却非常喜欢，成了罗宾养花时的固定工具。看来乌索普把罗宾的审美拿捏得非常到位。乔巴的蓝色小背包，乔巴加入时因为走得急急忙忙，他忘记了带包。娜美说这个小包本来就放在雪橇里了，乔巴才反应过来，原来朵莉尔姨娘早已给自己收拾好了行囊，提前放在了雪橇里。此后乔巴走到哪儿都背着，背包上的标志除了代表医生，也和希鲁鲁克的脑袋造型很相似。还有小木棍，乔巴的包里除了装有书籍和药品，估计从空岛捡来的小木棍也一直装在里面。毕竟从空岛到2年后香波利群岛，再到剧场版里，乔巴都喜欢拿着一根小木棍，捡到一根趁手的木棍，那是如获至宝的感觉。不过乔巴一根棍子能玩2年也是可以了。娜美的手镯，临走时姐姐诺奇高将自己的手镯作为礼物送给了娜美，此后娜美就一直戴着。当然戴在一起的记录指针虽然看似应该是公用的东西，不过自从在双子甲路飞3次打闹把记录指针给干碎了，还好库洛卡斯把自己的给了他们，从此娜美再也没让他们靠近过这玩意儿，成为了自己独管的东西。还有天后棒，众所周知，比天后棒本身更私人的是娜美把它藏在了足够私人的地方。慎平的木屐，草帽团里除了有路飞的无上大拖鞋，还有慎平的无上大踏拉板，穿这个感觉走路都费劲，但慎平却能站街赤犬一拳，站街大妈一刀，还反击了一拳。看来慎平已经把他的踏拉板穿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草帽一伙离谱的起名天赋，草帽一伙经常会设计出奇奇怪怪的名字，而他们倒也乐此不疲，起名风格主打一个现场发挥且意想不到。阿拉巴斯坦的那头只背女生的骆驼，一开始路飞给他起名阿后白痴，山治给他取名 Boke 笨蛋，乌索普给他起名 Taco 章鱼。乌索普这个好无厘头，看来他仨起的名字毫无感情，全是情绪。而娜美给他起名睫毛，索隆吐槽就属这个名字最怪，而这只骆驼得意又欠揍的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德岛，因为要隐藏身份，不能暴露真实名字，路飞在竞技场报名的时候，路飞的路都写出来了，被弗兰奇赶忙一拳阻止。结果路飞挂了个 Lucy 的名牌，不知道是弗兰奇给起的还是路飞自己起的。Lucy 明显是个女生的名字，通常不是写成花露水的那个露吗？真是奇怪又可爱。其实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可以直接写露琪的。本来感觉路飞的露西就够奇怪了，然后到了竞技场里面，一个5大3粗的汉子叫赫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也是后来大妈的新魂器。当时就感觉这竞技场里面真是一堆奇葩。到了和之国，同样是需要隐藏身份，先行前往和之国的伙伴早先有了自己的和风名字，后来路飞差点暴露，起名果实索隆当机立断，即兴发挥，给路飞起名路飞太郎。虽然表面上和索隆十郎一样敷衍，但是路飞太郎不仅非常贴合路飞的气质，也有一传之长的深意，不愧是起名果实。当然这也不是索隆第一次临场发挥了，早在司法岛，青史留名的名刀鼻兰就出自索隆之口。乌索普本来还以为索隆想到了什么解开手铐的妙招，结果这个时候居然还在起名字。索隆就是主打一个仪式感。在和之国，山治也不甘示弱，在弗兰奇、乌索普和罗期待山治能说出吉尔玛66的时候，山治果断抛弃了这个厌恶的称呼，改名叫荞麦假面。这个沙雕名字直接就击碎了他们3个内心的热血期许。不过果然，山治起名字终究是离不开料理。当然更能彰显草帽一伙起名天赋的，无疑就是一伙人给万里阳光号起的那些名字了。路飞直接就是一口气起了4个名字，分别是第一个是熊白熊狮子号，第二个是老虎狼狮子号，第3个是乌贼章鱼黑猩猩，第4个是丸子猩猩狮子号。基本上吧，路飞起的没一个正常的，感觉更像是路飞想起来啥就说啥，然后即兴拼凑在一起的。不过这些动物2年后大多成了路飞4档技能名的元素。索隆起的是莱昂内尔老大号，也叫做睡狮老大号。这会儿索隆是不是又想睡觉了？索隆起了多少有些社会了。罗宾起的是暗黑丸，罗宾是唯一一个直接偏离画风的名字，果然一如既往的腹黑。山治的向日葵绅士号，文雅但不够响亮。弗兰奇的狮子暴力团冠军号，响亮但不够文雅。最后还是文化人冰山大叔起了一个萨乌森桑尼号，得到了认可，也就是千里阳光号。不过千里感觉气势不太够，所以翻译过来就是万里阳光号了。其实草帽团里最有起名天赋的，那当之无愧的就是索隆了。路飞4档都跟动物有关，山治基本都是料理。如果说他们只在第一层，那索隆就在大气层。索隆的技能名表面上组词非常牛逼，每个字都稀奇古怪，但数一起就很有气势，这人一看就很有文化。结果除了有跟佛教有关的，还有很多技能其实都是寿司的谐音。著名的鬼斩奥尼给利就是饭团，烧鬼斩就是烤饭团，
沙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三文鱼？没错，就是三文鱼。怪不得索隆念技能名的时候那么有冲劲儿，原来不是索隆生气了，而是索隆吃饱了。关于草帽一伙的那些日常小信息，每次看草帽团的日常生活都会有一种放松惬意的感觉。不过一些信息没办法在剧情里展现，往往会在 SBS 专栏里对其进行补充。从生活起居到体能酒量，堪称是包罗万象。这些小信息都非常有趣且离谱。首先是一些排名，草帽一伙50米短跑排名，这个应该是不能用飞，只能用腿跑。第1名是布鲁克，早在布鲁克初次登场的时候就展示了轻功水上漂的特殊能力，确实很快，因为布鲁克只有一把骨头，体重足够轻。第2名山治，应该也没什么意外，毕竟山治主打踢技，腿上功夫了得，爆发力强悍。第3名路飞，一路上路飞也没少跑步，尤其是顶上战争，属性台一直看得见，却感觉路飞跑了个马拉松。虽然路飞短跑第3名，但长跑肯定第1。第4名乔巴，短跑上乔巴本来就有物种优势，下面还补充到乔巴开启脚力强化的话会跑得很快。第5名索隆，尾田表示索隆短跑方面的爆发力可以排到前3名，为什么最终会沦落到第5名？下面也有说，索隆跑50米的话会跑出赛道，而这也说明索隆才是最牛逼的，因为索隆在跑出赛道的前提下跑回来还能是第5名。乌索普和娜美好闺蜜组合分列第6名和第7名。作为胆小组成员，虽然在战场上没少跑，不过最后似乎在草帽团里好像还是属于下游水准。第8名罗宾，这种拼爆发力的游戏似乎成了罗宾为数不多的短板。当然，如果搞一个无规则跑步的话，罗宾的花花果实最不怕的就是速度，那就无解了。第9名弗兰奇，尾田说因为弗兰奇很重，所以跑不快。以前弗兰奇是最后1名，但后来加了慎平的信息，慎平才是最后1名。慎平在海里毫无疑问是最快的，不过在陆地上慎平最慢，主要是他那双踏拉板看样子确实跑不快。草帽一伙的酒量排名，在威士忌山峰，索隆娜美和人家拼酒量，喝倒一片横扫全场。索隆是无酒不欢，娜美的酒量和他的长相真是也不成正比，而慎平才是草帽团里最能喝的。看来索隆这下子有对手了。第4名弗兰奇，弗兰奇一个喝可乐的，没想到他酒量也还不错。第5名山治，山治平时应该更多的是喝红酒，其他的都算不胜酒力的。最喜欢开宴会的路飞并不太喜欢喝酒，路飞其实是典型的被饭量耽误了酒量。乔巴小宝贝儿果然是最不能喝的。草帽一伙的吐槽次数排名，在前80卷里，乌索普和娜美的吐槽次数无情霸榜前2名，尤其是乌索普的458次，远远甩开其他人。现在都109卷了，他俩估计还是前2。索隆和山治分列3、4名，而且非常接近，看来他俩通常是一人一嘴互相开炮。罗宾虽然只有寥寥16次，但罗宾的吐槽往往是一针见血，非常有杀伤力。草帽一伙的洗澡频率，路飞、索隆、布鲁克是1周1次，布鲁克只有骨头，这个频率也没啥问题。路飞、索隆看似不爱洗澡，但他俩平时一个负责掉水里面，一个负责下水捞人，其实算上的话洗的也很频繁。乌索普、乔巴、弗兰奇这一组3天1次，而每天洗澡的除了娜美和罗宾，还有山治。平时山治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油烟房里，但爱干净的王子依然每天都能打扮得潇洒利落。慎平作为渔人，1天洗8回澡都不奇怪。有时候男生们会举办洗澡大会，当然主要是为了玩闹。乔巴相比女生们的洗澡邀请，更喜欢参加男生的洗澡大会。草帽一伙各自擅长的料理，除了山治，其实其他人都会做饭，只不过厨艺就有3、6、9等了。路飞、索隆擅长生肉拼盘和生鱼片，在慎平的补充信息里，慎平也是擅长生鱼片。好家伙，能吃生食的这哥仨，其实跟会不会做饭关系不大了。下面补充说，会做像样的料理的人有娜美、乌索普和罗宾3个人，其他的人只会简单的切烤和混合而已。当然吃娜美做的饭，那也要亲伙伴明算账的。山治作为厨子，所有的菜都会做，最拿手的就是海鲜类料理。草帽一伙擅长理发的人，之前有一期 SBS 说过，在航海途中，草帽一伙的头发长长了都是怎么剪的？一般都是乌索普和罗宾用灵巧的手给伙伴们剪头发，罗宾剪头发的效率一定无敌。后面还补充了山治，在草帽一伙不当海贼会从事什么职业里面，山治的职业正是理发师。在一期草帽一伙理发的扉页里面，山治和乌索普腰间还佩戴着专业齐全的理发工具，很是契合这个设定。草帽一伙如果是一个家庭，船员分别都是什么定位？弗兰奇是父亲，小混混；罗宾是母亲；索隆是长子；娜美是长女；山治是次子，不良少年；乌索普是3男；路飞是4男；乔巴是最小的老莫；布鲁克应该就是爷爷了。不过在后面慎平的补充信息里，慎平来了，慎平就父亲了，而弗兰奇则成了变态老太婆。弗兰奇的新定位属实是离谱。草帽一伙身上的味道，他们的味道基本上都是对应他们的喜好和平时接触最多的东西的味道。后面又补充了弗兰奇是可乐的味道，布鲁克是红茶的味道，以及慎平是大海的味道。不过只有乔巴很特殊，估计乔巴身上是很多味道的混合，毕竟他们都很喜欢抱乔巴。草帽一伙喜欢吃冰的人，这个问题着实很奇葩，但尾田还是认真回答了。草帽一伙爱吃冰的还是比较多的，算上慎平有6个喜欢吃冰的。草帽一伙怎么上厕所？在草帽团的日常航海中，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般是在甲板上直接开个洞，在那里释放，洞会通向海里。美丽号和桑尼号都有厕所，桑尼号上有2个，就在甲板扶梯下面一边一个。当然对于船上的男生们有没有厕所无所谓，因为他们会直接拉进海里。弗兰奇平时怎么睡觉？2年后进一步变态的弗兰奇，由于肩膀变得巨大，这样睡觉的话看起来会非常不舒服。尾田表示这完全不需要担心，弗兰奇的背部可以释放出一个叫弗兰奇空气垫的软垫，
这样不管在哪儿都能随时随地的舒服的睡觉。弗兰奇总少不了这种离谱但又实用的小工具，这看起来方便惬意，确实不错。盛平的作息时间，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息时间，盛平加入后也补充上了。盛平是凌晨3点睡，早晨9点起。这样看的话，草帽团在大海上真的是安全感满满。深夜有盛平和索隆，凌晨山治接班，随时醒来的路飞灵活补位，最能打的4个人安排的非常完美。对于这些出现在 SBS 里的信息，尾田一向表示不看也无所谓，虽然对剧情不会产生影响，但总觉得越看越好玩，是草帽一伙日常生活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草帽一伙之间至今还不知道的几件事儿。草帽团成员加入顺序有先有后，不过彼此都很了解了。比如布鲁克看过大家之前的航海日志，盛平为娜美的过去道歉，当然盛平现在还在继续被刷新认知中。还有几件事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刻意隐瞒，不能说。第一，不起眼的约翰宝藏藏宝图，草帽知情人路飞。约翰宝藏经过了多次易手，被佩罗娜搬到了桑尼号上，被娜美捡漏。娜美觉得那玩意儿又不值钱，就送给了路飞。然后到了推进城，真海贼巴基可对这深有研究，一眼认出，只不过说漏嘴了。路飞虽然知道了这东西是传奇宝藏，但比起艾斯，钱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巴基能给路飞带路，作为交换，路飞就把约翰宝藏给了巴基。而且这个时间点很独特，恰逢伙伴分离后又经历了2年修炼，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估计路飞早就把这事儿忘到西天去了。伙伴们，尤其是娜美还不知道自己曾经和暴富擦肩而过，要是知道了，把路飞往死里打也不足为奇。第二，桑尼号厨房冰箱密码，草帽知情人山治。7326正是娜美和罗宾的生日，山治为了抵御船上的吃货们，主要是路飞，也算是软硬兼施。后来山治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带锁冰箱，并设置了密码，所以路飞当时火急火燎的去蛋糕岛找山治。路飞想说，你他妈倒是把冰箱密码留下先，没有你我打不开冰箱门。不过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我饿死也在这儿等你，没有你我成不了海贼王。第三，捡了芝麻丢了黄金柱，草帽知情人罗宾，就是空岛上路飞他们偷了几袋黄金跑了那件事儿。之前空岛居民都跟罗宾那儿谈好了送黄金柱，罗宾也欣然答应，后来以为人家来追杀，几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虽说那黄金柱子确实太大了，不过黄金的硬度远比钢铁低，当时索隆都能斩断钢铁了，砍1/5都发达了。当然罗宾很聪明，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他知道。娜美绝对要嚷嚷着得再上一次空岛，就专门给人要黄金柱去，拦都拦不住，还是让路飞他们对空岛的好感以及最后那一份自以为血赚的快乐一直保留到最后吧。第四，乌索普到底有几个号？草帽知情人除路飞乔巴外的所有人，狙击王这个号现在已经被乌索普隐藏了，有事儿上大号神乌索普说话。不过别人当时都是一眼看出来这哥们儿不就是乌索普吗？毕竟伪装的也太随意了。乔巴脸盲还好骗，他上当了没有任何悬念。路飞嘛，要说他有时候大智若愚，那确实。不过尾田也说过，路飞属于那种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单纯仔，不存在心理活动，撒谎技巧拙劣。路飞一直装不知道，不太可能。所以路飞至今还不知道他那个莫名消失的好朋友就在自己身边。第五，小菊和山治有相同的特征，草帽知情人索隆。小菊是男人这件事，索隆虽然是第一个察觉，但索隆又不是很在乎，主要是山治当时腻歪在人家身边，一直跟小菊示爱，话女硬说男这种事情确实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山治现在没空知道，他最后要是知道了，那反应应该会和当时山治在鬼岛青楼里意外看到自己丈母娘夏洛特玲玲后的表情差不多。第六，什么也没发生过，草帽知情人索隆、山治、罗宾、布鲁克。索隆将刀扔在大雄面前，对索隆来说，扔下刀就等于弃置了生命，毅然决然地承受了路飞体内的巨额痛苦。山治后来知道了，也让目睹了这一幕的松鼠兄弟保密，但罗宾在松鼠兄弟背后长了耳朵，也听到了。目睹这一切的还有布鲁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都没对路飞说，所以这件事路飞至今还不知道。第七，索隆给别人看孩子，草帽知情人罗宾。硬汉索隆当时被3个小娃给折腾的糗态百出，索隆在街道上各种躲伙伴，试图瞒天过海，不料还是被罗宾撞见了，不过罗宾答应保密。第八，大家合伙骗路飞，当时草帽海贼旗被骑士猎人阿奇诺家族给偷走了，大家伙为了不想被笨蛋船长训斥，决定瞒住路飞，把海贼旗抢回来。全然不知的路飞中途听到了阿奇诺次子说草帽海贼旗已经到手了，路飞当时很生气，只是还没眼见为实，大伙就一边拖延路飞一边找。最后路飞回来，马上就要看到空空如也的桅杆时，山治、索隆、弗兰奇完美配合，把乌索普送上桅杆，及时挂好了海贼旗，并骗路飞说海贼旗被抢的事儿子虚乌有，这不好好的吗？然后路飞信了，这件事儿就这么有惊无险的瞒过去了。海贼王中的我吐槽我自己，在草帽团这么一个欢乐团队中，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沙雕之处充满迷之自信，从而也少不了不小心就我吐槽我自己的操作。首先路飞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能花钱，
在用1亿贝利开宴会之前，空岛那会儿，一伙人捉奸见首的时候，路飞说要严肃地批评伙伴们了，多少要考虑一下怎么花钱吧。这句话也迎来了山治的真相，因为全是你的伙食费啊。路飞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路飞和罗基德第一次联手战斗的时候，看到两人的能力，路飞饶有兴趣地说道：“你们的能力还真是奇怪呀。”路飞自己奇怪的招式还少吗？可他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基德提醒道：“你的能力才最奇怪，好吧？”路飞不认为自己是个莽夫，至少在鬼岛是这样的。好像是拿错了剧本的路飞，屡次提醒基德不要破坏警卫们的作战计划，主动去拦住莽夫基德。这些话居然某一天在路飞这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好在虚惊一场，进入会场后，很快路飞先莽为敬。对，这才是熟悉的路飞嘛。然后是索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路痴，以至于常常迷路绕回起点，却以为只是个相似的地方而已。像是空岛时期索隆的迷惑操作，他打算一个人去森林里打探消息，让其他人留守据点，并说常言道，迷了路就应该老实待在原地。这句话让娜美有了一种倒打一耙的感觉，该待在原地的人是你才对吧？果不其然，后来索隆在身边有指南鸟的情况下，绕回了起点。当然，每次索隆落单后，常常会为走散了的伙伴们感到头疼。可是其他人明明都在一起，只有索隆方位不明，到底是谁走散了？索隆最经典的一句自嘲，无疑就是溜达到天龙人的专行道上，一句“怎么你要问路吗？”震惊天龙人。表面上是自嘲，实际上索隆可能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感全部用来换起名字的天赋去了。接着是弗兰奇，作为变态，他可没少吐槽别人是变态。虽然夸弗兰奇是变态会让他欣喜若狂，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特别的奇怪，反而当初在和草帽团并肩作战的时候，还觉得路飞他们是一群怪人。然后在娜美撕破卡利法衣服的时候，弗兰奇评价娜美有够变态。后来遇到塞尼尔，看到他穿着 baby 装，弗兰奇脱口而出：“这个变态到底在搞什么鬼？”这让旁边的手下尤为震惊。最变态的是什么？一个变态居然在说另一个变态是个变态。还有布鲁克，自己吐槽自己可是布鲁克的拿手好戏，除了他那个自嘲式的我没有眼睛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第一，布鲁克害怕僵尸，嫌人家长得忒吓人，秒了僵尸后一边吐槽好可怕，一边撒腿逃跑。僵尸也是无奈了，我靠，我们还没说你长得更吓人好吧。第二，布鲁克害怕鬼魂。布鲁克作为在恐怖地带混了几十年的老鬼，后来甚至在和之国自己扮鬼，吓得一群人嗷嗷叫唤。然而在恐怖三人帆船的时候，布鲁克却觉得佩罗娜的幽灵太可怕。第三，布鲁克害怕骷髅。要说这东西谁怕，布鲁克都不能怕吧。然而当时布鲁克睡迷糊了，看到骷髅玩偶后，自己却被吓尿了，大呼有妖怪。看来布鲁克虽然时常忘记自己长啥样，但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还有罗，作为草帽团的盟友，罗的客观吐槽往往是一针见血。然而口嫌体正直的罗，吐槽过的事情，最后往往变成了吐槽自己。比如路飞把新鲜的食物送给简陋镇的人们，罗在那吐槽海贼居然干好事儿，我都要吐了。这么说，罗干过的好事儿还少吗？给冰火岛的孩子们治病，德岛和之国能脱离黑暗统治，不管是不是罗的原意，反正罗是乐在其中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好一个自己吐槽自己。然后就是说，路飞、基德俩傻子肯定会正面莽，结果到了鬼岛，傻子从2个变成了3个。罗最后也变成了当初他嘴里吐槽的那类人，关键是他还乐在其中。所以这一伙爱互相吐槽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就是自己口中的那个沙雕，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自我吐槽。但是这也是这群人的可爱之处吧。一路颠沛流离，草帽团的悬赏金变化历程。当年路飞一人一船一桶出海，在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的指导方针下，路飞很快有了自己的旗帜和伙伴，在东海阿龙乐园击败了悬赏2000万贝利的阿龙，再加上之前锤过蒙卡、巴基和克里克，路飞初次悬赏3000万贝利。而乌索普大神就是大神，听过蹭吃蹭喝的，还没见过蹭悬赏令的。乌索普神奇的后脑勺从此被载入史册，在进入伟大航路前组成了草帽创业5人组，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阿拉巴斯坦，路飞直接就放倒了一个七武海老沙，索隆击败 Mr. One， 路飞赏金升到1亿贝利，索隆也有6000万，再加上8岁时就被悬赏7900万的罗宾将玩一样的上了船。此时全团已有3人被悬赏。刷过了山高皇帝远的空岛副本后，因为没有什么人知道，也不在世界政府的管辖内，因此没有被悬赏。但是捞了价值3亿贝利的黄金，对路飞他们来说也是爽得够够的。接下来就是全体做火箭的时刻，为了从 CP9 手里营救罗宾将，草帽团不惜与世界政府为敌。乌索普一炮射穿，烧毁了世界政府旗帜。草帽一伙把崇尚铁块无敌的 CP9 逐一击破，至此才真正俘获了罗宾将的芳心。因为性质极其恶劣，草帽一伙被全员悬赏，路飞涨到3亿贝利，
索隆1亿2000万，罗宾8000万。只涨了100万贝利的罗宾表示丝毫不慌，删至7700万，因为上面的画像过于敷衍，从此跟自己的悬赏令结下了仇恨。弗兰奇大庭广众下烧毁冥王图纸，乌索普光天化日下射穿政府旗帜，一个4400万，一个3000万。娜美1600万，乔巴怒拿50贝利，不是悬赏他手里的那串2手棉花糖。没想到转眼路飞又扳倒一个七武海莫利亚，不过恰好赶上海军筹备对阵白胡子，为了面子，也为了让莫利亚体面的站起来支援海军本部，于是派大熊去灭口。世界政府对外称全部消灭，实际上大熊放了水。后来在香波地，黄猿和熊两个打假拳的也没能灭口，草帽一伙被大熊拍散后，没想到路飞能带着推进城的越狱组参加顶上战争。死里逃生后呢，世界政府得知路飞没死，将路飞赏金提升到4亿贝利。2年后德岛一战，路飞4档把明哥给怼懵了，团灭明哥一大家子，路飞涨到5亿，索隆3亿2000万，乌索普2亿。大神当时排全团第3部说，因为过于搅屎，之前明哥那边直接赏5亿，山治1亿7700万，罗宾1亿3000万，弗兰奇9400万，布鲁克8300万，娜美6600万，乔巴直接翻倍，暴涨50贝利，来到100贝利。看来2年期间这棉花糖也涨了不少钱。与世界政府为敌，接连扳倒七武海还不能完，为了抢回山治，直接怼4皇大妈。战后有2人被悬赏，路飞飙升到15亿，当事人路飞还少看了一个0，差点羞愤而死。世界政府也是实在，不知如果少写一个0，路飞就得郁郁而终。山治涨到3亿3000万，超越索隆，再加上之前平安归来带着4亿3800万的盛平老大，目前草帽团市值已经超过30亿。草帽海贼团的各种3人组，在草帽团这个集体中，根据实力或者性格的相投，时常会出现一些小团体，多为3人组居多。第一，主力3人组，路飞、索隆、山治，现在还要加上盛平。大和如果上传，那就是5大主力了。3大主力则是较早形成的一个最能打的组合，2年前几乎都是对位敌人的1、2、3号位，2年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组合不再固定化。不过鬼岛大战中再次证明了这个组合依然是草帽团中主力中的主力。索隆、山治对标雷利和贾巴，海贼王的左膀右臂，在战斗中就负责为船长开路，默契地挡下干扰到路飞的牛鬼蛇神，危难时刻也会挺身而出，甚至做好以命抵命的觉悟。3个人在战斗中也琢磨出了一些或是沙雕或是威力不俗的组合技能。弱小3人组，娜美、乌索普、乔巴。乌索普2年修炼归来，称自己从胆小组毕业了，然而很快就被罗宾吓傻，原形毕露。虽然胆小组早期承担了不少笑点，像什么空岛时期为了争甘福尔给的救命哨子，别人都是比谁更强，他们仨是比谁更弱更菜。恐怖3人帆船时期没有比他们仨更能跑的了。不过后来呢，胆小组说起4皇来一个比一个怂，打起4皇来一个比一个猛。娜美给过大妈雷霆一击，乔巴挡住大妈劈船的一剑，乌索普怼脸炮轰大妈。另外大妈几乎被草帽团给轮过一遍了，可以说是战绩提款机，实惨。在一路的冒险中，胆小组依旧没有脱离胆小的气质，但却成了战斗中最捉摸不定的 X 因素。欢乐3人组，路飞、乌索普、乔巴，每天乐乐呵呵、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从来少不了他们3个。即使有了矛盾，也不能掩盖这种气质。这个欢乐里面包括活跃气氛，像是看到弗兰奇又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变形后，他仨就会露出清一色的星星眼。其次，他们3个巨能吃，以前是靠路飞从厨房里偷出来吃的，大家一起分了。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干脆直接上岸就开吃。欢乐中也少不了沙雕，每天不追逐打闹，上房揭瓦就浑身难受。任何奇奇怪怪有趣的东西都能吸引到他们3个，因此路飞、乌索普带乔巴，2个大的带1个小的，哪里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因为太吵被娜美教训一顿也是家常便饭。闺蜜3人组，娜美、罗宾、乌索普。众所周知，娜美、罗宾生活上同居同住，而娜美和乌索普主要是精神上的互相依偎。遇到危险和惊吓时，2人恨不能合2为1，并且得了同一种稀奇古怪的病，一登岛就会死的病。乌索普给了好闺蜜天后棒，后面还一直帮忙改造。娜美对乌索普也不太避讳身体接触，2年重聚时直接将其拥入怀中。除了关系到位，乌索普早已心有所属，没有2心也是关键原因。乌索普也给罗宾发明了僵尸教化器，平时充当罗宾的忠实捧哏。每当罗宾一本正经说出恐怖语录时，乌索普就会接茬吐槽。乌索普在2个女生之间真是混得游刃有余。偷家3人组，山治、布鲁克、乌索普。草帽团在战斗中分工比较明确 ，solo 的 solo， 支援的支援，偷家的偷家。早期山治是当之无愧的偷家王，从小花园意外获得指针，到阿拉巴斯坦突入雨燕，空岛爬上方舟救下娜美，司法岛潜入海上列车救出乌索普、弗兰奇，最后时刻关闭正义之门，屡次化逆境为主动。后来乌索普接班，之所以他是萝莉杀手、绝境之王，正因为别人做不到的他可以做到，找到佩罗娜的真身将其击败，2次下云砂糖等于破坏了明哥的统治根基。
鬼岛上活捉保皇，用他将小玉的号令传达出去，其他伙伴只管前进，大神会将敌后搅得天翻地覆。还有布鲁克，蛋糕岛的 MVP， 绕过卡2敲碎修女的照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布鲁克让计划成功了。还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3块历史正文，布鲁克全部拓印成功。布鲁克偷家偷着偷着，偷到大妈怀里去了，连人都给偷了，这属于是偷的最深入的一次。老年3人组，布鲁克、慎平、弗兰奇，在青春洋溢的草帽团里，这3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172岁。3个人出名的时候，路飞那几个还都没出生。不过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着草帽团后，年龄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字了。航海3人组，娜美、弗兰奇、慎平。从一开始，路飞、索隆为如何进入伟大航路而头疼，到有了娜美可以乘风破浪，后来梅利号伤痕累累，无法继续航行，路飞、乌索普对此无能为力，到有了弗兰奇保驾护航，后来在万国海域面临被海啸吞噬的绝境，到慎平亲自掌舵，将桑尼号开得出神入化。到这里，草帽团集齐了优秀的航海士、船匠、舵手，能将这艘梦之船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总之，草帽一伙各司其职外，小团体之间也能有默契的配合，可以适应各种战斗变化。未来完整体的草帽团将会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存在。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照片都是在哪儿被拍的？首先是路飞的悬赏令，从3000万到4亿都是用的同一版照片。这个照片上有乌索普的后脑勺和一处废墟，剧情中给出了答案，是在阿龙乐园所拍。路飞打败阿龙后，又揍了一顿老鼠上校，老鼠气急败坏，让手下拍了张照片传给总部，立刻通缉。老鼠当时还觉得情急之下把路飞拍的根本不像个海贼，由此有了路飞的首次悬赏令3000万。德雷斯罗萨武艺路飞更换了照片，从轻薄的红衣来看，可以排除在德岛和冰火岛后半段所拍，那会儿是向日葵上衣和厚外套。照片背景虽然没有明确参照物，但绿色背景也可以排除是冰火岛前半段所拍，最有可能是香波地群岛和渔人岛海之森2个地方。此时照片上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背景中有滚滚烟尘出现，可能是当时有炮火所致。对比后来的15亿悬赏令，这个不是纸张问题，那真相就直指2年重聚时的战斗期间了。路飞的绿色背景正是香波地的巨树，烟尘弥漫下颜色也会比较暗淡，更接近，所以这一版路飞的照片由战逃丸部队拍摄于2年重聚时的香波地群岛。路飞最新版30亿贝利的悬赏令照片是路飞果实觉醒后捂脸笑的照片，拍摄地就是鬼岛了。草帽团其他人的最新悬赏令暂时还没有出来，等海贼王恢复连载会一并公布。然后是索隆，阿拉巴斯坦之后首次悬赏6000万，索隆头上挂彩，周围也有炮火，符合这个环境的在那之前也就阿拉巴斯坦了。重要的是乌索普大神又出现在了伙伴的悬赏令上，这次是一个鼻子和模仿老沙的钩子手。答案也很明显了，就是乌索普在索隆面前模仿老沙揣摩对方心理的时候，索隆被拍到了。2年后3.2亿版本的照片是头上绑着头巾，可以锁定2个地方，渔人岛清理杂兵和德岛虐皮卡。打皮卡的时候，索隆几乎都是空中作战，一气呵成的，没空摆 pose， 而脸上也不太干净，不符合照片形象。而在渔人岛游刃有余的虐菜跟山治比赛，摆出帅气造型的时机多的是，所以这张照片应该也拍摄于此。然后是山治，第一版是个画的，还闹了个乌龙，让莫名其妙接了锅的迪巴鲁天天被海军追。德岛之后，山治终于换照片了，只能说比以前强。这个照片想必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山治在渔人岛往人鱼姐姐堆里跳的时候被抓拍的一张。然后是乌索普，前2次出悬赏，乌索普虽然没有单独的悬赏令，但大神一次蹭到了路飞的，一次蹭到了索隆的，第3次全员悬赏，终于勉强算是有了自己的悬赏令吧。狙击王，根据面具的损毁情况，这已经是遇到加布拉之后了，而且后面天空面积很大，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除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那只有一个时机，就是在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当时乌索普那么招摇过市，开局还把政府旗帜给射烂了，不拉仇恨才怪。第2版是德岛后告的乌索普，这就很明显了，在德岛竞技场下面，海尔丁高举告的乌索普，摄影师就藏在下面膜拜大神的人堆里。然后是娜美，娜美的2张都很好找，第1版有弗兰奇家族的人拿着烤串，旁边有喷泉、泳衣款式等线索，当时在水之都最后开宴会的时候被人给骗拍写真了。第2版他身后有渔人岛随处可见的珊瑚，绿色的吊带颜色和当时吻合，所以娜美在渔人岛又让人给骗拍了。然后是乔巴，乔巴的第1版悬赏令有3个线索，围栏、下雪天、棉花糖。乔巴在长链岛才第1次吃到棉花糖，但当时不符合有围栏和有雪2个条件。他这个照片只能缩窄至司法岛篇，最有可能是送别梅利号之后那段时间，当时冰山他们的船在后面准备接草帽团回去，所以乔巴应该是在送别梅利号后登上冰山的船，被人用棉花糖安抚了情绪，符合有围栏、雪、棉花糖3个条件。而且乔巴当时全程没有背书包，形象上也比较一致。接着被某个特务抓拍，
爱吃棉花糖的托尼乔巴宠物50倍利。乔巴的第2版暴涨到100倍利，照片又有棉花糖，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穿着，所以可以排除德岛时期的迷彩衣服。在冰火岛时期，乔巴弗兰奇有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互换，弗兰奇恰好最讨厌吃甜食，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太可能有棉花糖这种东西，所以可以排除冰火岛。渔人岛和香波地更倾向于在香波地拍的吧，因为当时符合穿着、背着书包和有棉花糖3个条件。然后是罗宾，第1版悬赏令是在他8岁时流离失所时期，除了知道在船上，具体地点就无从查起了。第2版比较明显，罗宾当时在放技能，有阶梯，有海军，就在司法岛最后的突围阶段，掩护路飞凯旋时被人所拍。第3版罗宾身后有花瓣，依然是在放技能，发型和头饰上可以排除是德岛。香波地重聚时，罗宾没有参与岛内的战斗。冰火岛时期，在罗宾使用技能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挂着墨镜，所以符合条件的只有在渔人岛战斗的时候所拍。然后是弗兰奇，第1版有大炮和战火的背景，脸上有战损，并且引起了海军的足够重视，那只有在司法岛的突围阶段所拍。第2版是他的弗兰奇将军，背景上有珊瑚和断崖，那就是在渔人岛展示2年修炼成果时，在渔人岛广场被拍的。然后是布鲁克，第1版当时布鲁克还是个人，后面有战火，像是在战斗，而且惊动了海军，是在伦巴海贼团时期所拍。后来，拍照侠们倒是也省事儿了，扯了一张布鲁克演唱会的海报，直接改成了悬赏令，还挺有设计感。最后是慎平，最新悬赏金4.38亿，只是悬赏令的真容还没出来。第1版的是在很多年前拍摄的，在太阳团早期，这个剧情里也有，首次悬赏7600万，再后来2.5亿被招安为七武海。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另外，悬赏令照片这种本来是可以随便画的东西，仔细看几眼，居然都可以看出具体是在哪儿拍的。不得不说，尾田是真的处处用心了。草帽一伙不当海贼会去做什么工作？等草帽团完成冒险，各自实现梦想，推翻黑暗，迎来黎明，知晓世界的真相后，总有一天，这一片大海还会交还给继续追寻自由和冒险的人们。而路飞他们可能会像雷利、库洛卡斯那样，回归或热闹或平淡的正常生活。那草帽一伙有从事哪些工作的潜力？关于这个娱乐性话题，尾田在 SBS 中给出了他认同的参考。太阳神路飞，消防员，这个有点意外，不过灵感估计是来自阿拉巴斯坦时期的水路飞，再加上路飞能上蹿下跳、飞檐走壁，装着一肚子水到处灭火，也属实效率颇高。关键是路飞不怕火，除了自己的火拳铳、夜火枪，挨了凯多的热吸就是被撩着了几根毛的水平。目前路飞在鬼岛之上确实当起了消防员，要把凯多这条用出生龙火焰八卦的火龙锤灭，这不就呼应上了？阎王索隆，警员，这个灵感应该是来自索隆曾经出来找鹰眼挑战，结果找不到回村的路了，然后当海贼猎人混口饭吃的经历。当然，交警索隆也是可以胜任的，毕竟索隆很热衷于给人指路。除了会被路飞带节奏，索隆的性格大多时候还是很稳重的那种，怕就怕他俩一起作一起浪，加上自律的习惯，专业素养这方面不担心。只不过索隆出门务必要带警犬呀，不然不出10步之内，今后查无此人那就麻烦了。小贼猫娜美，幼师，他做别的工作当然也可以胜任，只不过必然会掉进钱眼里。但是小孩子可以激发他的母性和爱心，除了在庞克哈萨德对小孩子无条件友好之外，娜美富有同情心。微微绝望的时候，娜美抱着安慰他，最后也没跟微微提10亿贝利的事儿。凯米被抓的时候，娜美愿意用所有钱去换，所以综上所述，在娜美这儿借10万1分没花，还要再搭进去20万的索隆，确实变成大冤种了。后来30万债务又变成了40万。God 乌索普绘图设计师，这个工作没有给娜美，相比于娜美主要精通测量方面，乌索普自己也说过，自己从小在别人家墙上涂鸦乱画，练就了设计功底。代表作有绘制出正式版草帽海贼团的旗帜，和勘十郎合作的表情包由乌索普出谋划策。魔神山治理发师，山治不当厨师也不当整形医生，干起艺术总监了，难不成是因为山治的发型和气质很像托尼老师？山治的柔顺刘海和飘逸发丝，门外一站确实就是最好的招牌。到最后心灵手巧的山治倒是也没有脱离靠手艺吃饭的范畴。爱吃棉花糖的乔巴，小学老师，可能乔巴天真无邪的气质更适合和学生们在一起工作吧。乔巴虽然单纯，不过也是学富五车的水平，当老师没问题。在外面被称为狸猫医生，在学校里那自然就是小狸猫老师。恶魔之子罗宾酱，空姐，后面的 CA 除了代指空乘，也泛指客轮上的乘务人员。除了有些腹黑，罗宾的绰号和真实的他完全是两个极端。罗宾的优雅、温柔、安静的性格，那肯定是很招人喜欢。虽然罗宾偶尔一本正经的说出很恐怖的话，但如果此刻是躺在罗宾的膝枕上，想必再恐怖的事情也丝毫没有杀伤力了。改造人弗兰奇，飞行员，跟机械打交道，弗兰奇业务能力这一块完全不需要担心，但是这种工作绝不能让弗兰奇干得太久，
不然某一天，水之都上空飞过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但却不见弗兰奇的踪影，因为弗兰奇就是那架飞机。灵魂之王布鲁克，侦探。作为万国篇的偷家王，布鲁克展示了自己隐匿前行的能力。毕竟这灵魂出窍，可以肆无忌惮的穿墙，太好用了。一身板正的老绅士打扮，似乎也有印象中侦探的那味儿了。不过当办完案子，顾客道谢后，骨头绅士必定会来一句：パンツ見せてもらっ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パンツだ！急いでパンツをお見せしろ！海峡慎平，车站工作人员。慎平在车站工作，倒是也和他舵手职业比较吻合。而且他有一个信手拈来的优势，那就是在车站兼职当洗车工，绝对给洗得干干净净。其实等草帽一伙功成名就之后，不管做什么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在一起。如果是那样，光是想想就觉得很有趣了。草帽一伙修炼期间受到的各种关照。草帽一伙被熊拍散到世界各地后，中断了往常如胶似漆、天天乐乐呵呵在一起打闹的日子，迎来了新的生活，结交了新的朋友。幸运的是，身边这些朋友对他们还都不错。首先是路飞，在跟着雷利钻进丛林修炼时，路飞背着一个卡哇伊的水杯，上面印有九蛇海贼团的标志。在此之前，女帝想着每天给路飞送来吃的，结果被雷利以会打扰路飞修行为由拒绝了。想必女帝是用这个卡哇伊的保温杯来寄托自己的日夜思念。2年后，路飞重新出发，他穿着一件过分清秀的上衣，这并不是路飞以前的风格，这件衣服显然就是女帝的那件衣服改的。2年后的剧情中和扉页中，这件衣服再也没出现在女帝的身上，而路飞一直断断续续穿到了现在，甚至要穿到当上海贼王。另外，路飞腰上的那条飘带和女帝也是情侣款。除此之外，2年后，女帝还把自己的大外套给了路飞，准备了一个超级大包裹，并阻拦海军护送路飞起航。雷利也在香波地岛上为徒弟断后。然后是索隆，在克拉伊喀纳岛上被佩罗娜所救，一照看就是几天几夜。当然，佩罗娜也想让索隆快点好，然后起来陪他玩。随着关系逐渐亲密，佩罗娜可以驾驭兄妹、姐弟、情侣、仆人等多重角色。她举着报纸给索隆看，快看看你船长到底在给你传达什么信息。索隆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悟出什么，不过好在索隆后来悟出来了。在修炼期间，索隆肯定不少受伤，至于谁给索隆包扎伤口，那自然就是佩罗娜。做饭这种事儿轮不到索隆，鹰眼和佩罗娜负责做饭，主要还是鹰眼做的更多。也可以想到，平时佩罗娜也会领着索隆回房间或者回城堡。索隆这小日子过的，啥事儿不用操心，只用专心修炼。当然，收菜摘果这种力气活，那没准会落在索隆和狒狒团头上。2年后，佩罗娜领着索隆返回香波地，护送索隆出航。山治和其他伙伴不同，他用地狱的回忆给自己2年后的招式命名，可见山治和其他人的生活是天壤之别。小伊万当时把99活力菜单秘籍分别交给了99个人妖，想学的话就战胜他们。这些人妖还会努力把山治的内心变成人妖，好在山治挺过来了。小伊万之所以如此为难山治，说他是来路不明的家伙，因为有骨气的山治虽然承认了悬赏令名字是自己的，但始终没有承认上面的照片是自己。其实小伊万心知肚明，只是借此来捉弄和特训这个来路不明的山治。修炼结束后，人妖师傅把山治送到香波地，护送山治起航。山治虽然依旧嫌弃，但还是托师傅们给小伊万问好。罗宾2年期间受到了革命军的不少关照，舒服得很。当时罗宾在劳动王国被革命军接走，上船之后，一向机智警觉的罗宾迟迟不肯进屋。革命军的人见状，赶紧招呼人把毯子、热饮料、饭菜、挡风板、沙发搬出来，所以就看到了罗宾在甲板上悠哉惬意的画面。到了革命军大本营，罗宾和萨博、科尔拉等人成了好朋友，除了学习专业上的一些东西，还学了一些鱼人空手道。萨博还想教罗宾龙爪拳，那罗宾学了这个岂不是无敌了？不过罗宾的恶魔形态应该也得益于在革命军时的修炼。娜美在小空岛被哈雷达收留，哈雷达给娜美展示了有趣的气象科学，并带着娜美飘去世界各地深造气象学。霸道又会撒娇卖萌的娜美把这里的老头稳稳拿捏。经娜美要求，他们给娜美安排了单独的住处，教给她气象知识，图书免费阅览。2年后，小空岛飘到了香波地上空，用气象武器护送娜美出航。乌索普在波音列岛遇到了荒野勇士海克力斯，虽然这里不缺吃的，不过这些座本就是血盆大口的岛屿，并不是享乐的地方。在海克力斯的教导下，乌索普吃胖再减肥，练就了一副更加抗揍的身体，并且学到了用植物做弹药的狙击能力。2年后，海克力斯在香波地护送乌索普出航。乔巴在鸟之王国一开始依然没有避免被当成食物的命运，后来乔巴用自己翻译官的特长化解了人类和巨鸟的矛盾，但和其他伙伴一样，没想做太多停留就要返回香波地，结果到半路才看到路飞的消息。灰溜溜回去的乔巴因为觉得尴尬，还装扮成了乔巴假面，说自己不是之前的小梨子，但这个草率的伪装技术被村民一眼识破。
友善的村民收留了乔巴，而且乔巴发现这里的人虽然呆头呆脑，但这里的药理技术却非常奥秘。村民对乔巴开放了图书馆，供乔巴学习。2年后，乔巴重返香波地，并骑着巨鸟将路飞他们接到了桑尼号上。弗兰奇他在未来国巴尔基摩亚遇到了基东一家，大爷看弗兰奇天寒地冻，只穿了条胖子，还贴心的让他穿上围裙，而弗兰奇以遮住下半身有损他变态之名为由拒绝了。之后，大爷一家带弗兰奇来到了贝加朋克的研究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兵器类图纸。此后的2年，大爷家成了弗兰奇的可乐补给站，弗兰奇就在研究所继续改造自己和精进发明技术。布鲁克他和其他人更不一样，所以就说别人在荒山野岭修炼2年，布鲁克开了2年的巡回演唱会。当然，精进自己的音乐也是修炼，术业有专攻嘛。起初，布鲁克被一群信徒当成了恶魔撒旦，不管布鲁克乐不乐意，反正这群人是都主动把胖子给布鲁克看了个够。之后，布鲁克被长手族强盗关了起来，很快布鲁克就成了乐坛明星，几个长手族作为经理人也跟着赚足了票钱。虽然是被利用了2年，最后还被告密，不过布鲁克的丧魂剑是长手族打造的，布鲁克也乐在其中，绅士的谢别经纪人后，在迪巴鲁一伙的护送下返回了桑尼号。2年后，草帽一伙不断挑战强敌，实力直线上升，大多都得益于2年修炼的基础。除了磨练实力，彼此间的信任更是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检验。这是草帽团走向巅峰路上承前启后的重要经历。娜美的18项技能，啥都会一点。小贼猫娜美偷拐抢骗、吃喝嫖赌、文术理化、经管剑推，是样样精通。第一，意想不到的酒量。索隆和娜美是草帽团的酒仙和酒圣。在威士忌山峰的时候，那些赏金猎人原本是想把草帽一伙灌醉并缉拿，结果索隆车轮战喝倒了13个，娜美已经站到第15个了。2人看似最后都醉了，其实都是装的。他俩如果拼酒，那真是酒逢对手，胜负难料。第二，美味且要收费的厨艺。船上目前展示过厨艺的有山治、娜美、乌索普、路飞。娜美虽然比不过专业厨师山治，但是烹饪的家常小菜非常美味。对于不会的，娜美当时依照山治留下来的菜谱，也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做出了鱼肉料理。看着之前吃了剧毒鱼皮倒地不起的路飞，乔巴含泪吃下3大碗。第三，低调的赌王。在601话的扉页中，娜美和欺诈鸟在赌场比试，娜美的身前已经堆积了大量筹码，赢得盆满钵满，赢得对面怀疑鸟声。跟娜美提钱和玩心思，兄弟们的路还是走窄了。第四，高超的偷术。在动漫中，娜美第一次登场就在偷东西，8年的时间从海贼手里偷来大约1亿贝利。要说他的偷术是什么水平，在政府谍报特工 CP9 未取身上偷到钥匙，用天后棒的海市蜃楼，在新鱼人海贼团的众目睽睽下偷出解救人质的钥匙和天龙人的书信。第五，游刃有余的公关学，这里面包括杀红眼的杀价能力，能免费当然最好，一折是对这家店最大的容忍和尊重，还包括强势的谈判技巧。在奸商面前，娜美绝对不会吃亏，将原本定为1亿的财宝搬到了3亿以上。吃喝嫖赌，娜美每样都会，当然嫖是白嫖的嫖。第六，优秀的财宝鉴定官，通过品质和数量等标准，娜美看一眼就可以估算出一堆财宝的价值。第七，谁看谁迷糊的演技，或者说是骗术。漫画中，娜美第一次登场是在假装一个遇了海难的可怜姑娘，反手就把巴基的手下给忽悠了，把船和钱都卷跑了。在小空岛的时候也是，把几个老头耍得团团转，稳稳拿捏。第八，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娜美堪称是草帽团的地下船长，路飞、索隆这俩最难管的，都要因为各种理由服从娜美。不光是用勒索和暴力，娜美让索隆去跟着被换了身体的山治，达到了完美制衡。娜美也是靠头脑的。第九，精打细算的理财头脑，除了负责分配大伙的零用钱，管理杂货，分配开销，还会放高利贷，强买强卖。早期是专坑索隆，后来有了幸福之泉，10万贝利每人每次。第十，超乎常人的驾驶技术，绝大多数人需要训练10年才能熟练掌握的威霸，娜美上手就会了。第11，天赋异禀的气象学才能，娜美可以用身体感受和预测天气，即使发烧也不太影响这种敏锐的感知。在小空岛的2年进修，对气象科学更是了如指掌，更能灵活地利用气象去战斗。第12，运筹帷幄的海洋学才能，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娜美，配合气象学决断海洋动向，可以下达正确的航行指令，甚凭弗兰奇、娜美配合，可以让桑尼号发挥出最强大的性能。第13，轻车熟路的地理学才能，每到一个地方，娜美除了负责勘测岛屿，在阿龙那里画了8年的海图，基本功没得说。第14，牛顿甘拜下风的物理学天才，在草帽团上空岛的时候，船马上就会被海流给掀翻时，利用了地热和蒸汽爆发产生的上升气流，配合冲天海流飞上了空岛。第15，写航海日志的文学功底，娜美一直有这个习惯，上面除了日常航海，还记载了草帽团的冒险和战斗经历。当时被布鲁克看到了，布鲁克表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震撼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第16，粗中有细的美术才能，要说细可以细到绘制出精致的海图，要说简可以画出卡哇伊的简笔画。
第17，信息整合和灵机一动的综合推理能力。在空岛，娜美察觉这座岛似曾相识，推断另一半加亚岛不是沉入海底，而是因为冲天海流飞上了天空。又根据诺兰度日志中我在骷髅的右眼中看到了黄金这句话，结合之前的资料绘制还原出了400年前的加亚岛全貌，断定黄金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在这儿。在很早的 SBS 中，尾田也说过，娜美是海贼王中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第18，迷惑的体术。娜美战斗时属于技巧型选手，以智慧和敏捷的身法取胜，但一到了船上就变成小卡普，橡胶骨头也能一拳打出肿包，铁男硬汉也被治得没脾气，甚至还熟练用出了6式 T。体术这一块能屈能伸，有柔有刚，所以说娜美艺多不压身，啥都会一点。草帽海贼团平日里的娱乐活动。在草帽团的长途航海中，战斗和冒险是一部分，平时他们也有足够丰富的团体娱乐项目。第一，一起钓鱼，这方面的高手乌索普和路飞，只是路飞的钓鱼方式总是很奇葩，能想出来用毛刷或者索隆的杠铃来钓鱼。在船边经常可以看到路飞、乌索普的身影。众所周知，船上有几个吃货，尤其是路飞他自己，仓库里的食材经常一贫如洗。乌索普呢，毕竟他最喜欢吃鱼类，早就练就了一手钓鱼才能，一伙人钓一只大鱼上来加餐也是经常有的事儿。不过根据情况的不同，像布鲁克、乔巴他们也会加入进来。第二，打牌、下棋等益智类游戏，这方面的高手是罗宾。罗宾可以说是制霸棋牌游戏，连胜69局，赢麻了都。弗兰奇怀疑罗宾作弊了，但没有证据。不过以罗宾的游戏才能或者果实能力，不管靠哪一样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娜美和山羊老头的棋局中，娜美连船都输掉了，罗宾力挽狂澜，反败为胜。罗宾最开始就和乔巴走得比较近，他俩还一起玩类似大富翁的游戏以及翻花绳游戏。第三，模仿秀，这方面的高手是路飞和乌索普。在模仿伙伴这件事上，路飞模仿过索隆打瞌睡后刚醒来的样子，模仿过山治质问路飞是不是你偷吃了肉的那种表情。当时山治不在场，在空岛，路飞又模仿山治，结果这回没有逃过被山治一顿暴打，还模仿过乌索普，以及配合罗宾模仿乔巴。乌索普将罗宾的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在阿拉巴斯坦还模仿过老沙。这种模仿小游戏在路飞、乌索普、乔巴他仨这小圈子里非常流行，甚至还把乔巴给带坏了。乔巴后来非要模仿乌索普那种奇怪的嘴型。另外，青雉把路飞冻住那件事儿，不仅没有让他畏惧，路飞还用面粉模仿自己被冻住的样子，等等等等。第四，水枪大战，草帽团全体成员都会参加的一项游戏，嬉戏打闹，一波混战。不过索隆和山治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单挑对线，这方面的高手是慎平、罗宾、弗兰奇。弗兰奇能把自己改造成水炮战车，罗宾自带加特林属性，他俩是高手，那慎平就是个无敌挂，一个海流过肩摔，一船人都得飞了。第五，浴室大作战，乔巴虽然有和娜美、罗宾一起洗澡的特权，不过乔巴更喜欢和男生们洗澡的时候一起玩，可想而知，只要有路飞、乌索普在，男生们洗澡的时候注定不会平静。第六，购物，草帽团在存款上一波三折，娜美和路飞经常爆发存款攻防战，虽然不是大富特富，但也不算是一穷二白，给大家去买些东西的钱还是有的。购物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娜美到一个地方对路飞他们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娜美要例行发给他们零花钱了，买一些零食，去玩一些好玩的东西。对娜美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买衣服，准确的说是去白嫖衣服。娜美会和罗宾一起逛街，到处购物消遣。第七，追逐打闹，路飞、乌索普、乔巴在美丽号上就经常这么玩，时常被娜美教训。路飞、乌索普还会在甲板上堆雪人，他们对很多事物充满好奇，为了抓一只金色的独角仙，可以跑遍桑尼号上所有的房间，从甲板追到桅杆，精力无比充沛。第八，培养一些闲适的爱好，在桑尼号上这一片草坪甲板非常宽敞，大家可以在这里晒晒太阳、打打球，后面是一片后花园，这里有娜美的橘子园、罗宾的花坛和乌索普培养的植物，每天跟花花草草打交道，心情肯定也会很好。第九，大家一起听音乐，受到红发的熏陶，路飞觉得海贼不就是要唱歌跳舞嗨起来吗？也一直想要一个音乐家。布鲁克加入后，夕阳西下，大家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放下手头的事情，可以躺在甲板上，微风拂面，沏一杯热茶，听一曲宾克斯的美酒，又或者在冒险途中，神秘有趣的森林里，听一首去见猫腹蛇老大，堪称是灵魂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洗礼。第十，开宴会，路飞受到红发的影响，伙伴们又受到路飞的影响，草帽团最少不了的就是开宴会。在经历大战后，通常都是和当地人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平时草帽团内部也少不了一起吃吃喝喝，敌人追到眼前了，或者大战在即，这都不能浇灭路飞对开宴会的兴致。总之，这也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有趣的冒险和经历。这一船人在大海上也一定不会感到无聊。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海底捞，在海贼王中有一条铁律，恶魔果实能力者被水淹没就会瘫软无力，所以一群能力者中必须要有非能力者。
否则他们只能中午出航，因为早晚会喂海王类。路飞到海里洗澡喝水的次数真是不少，但能屡次化险为夷，这也多亏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捞尸大队，共计8人。根据水下能力，慎平靠着碾压级的天赋，当之无愧的海底捞大队长。索隆贡献颇多，可以是终身成就名誉队长。副队长山治，主力弗兰奇、娜美，乌索普是替补队员。另外还有2个编外特殊人员，布鲁克和乔巴，效率值-200，一个救不上来，还得搭进去俩。布鲁克在水下虽然不行，但在水面上身轻如燕，一路狂奔并不会沉下去，这个就另说了。首先，山治的海底捞风格就是技巧中带着智慧。面对自带天赋的鱼人，山治不仅能及时救出被困在水底的路飞，还能对鱼人完成反杀，调虎离山，突入雨燕，解救被困在海楼市监狱的伙伴们，将路飞捞上来。在水下用强大的见闻色搜寻警卫们的身体，在毒气马上就要封住出口的时候，山治的海刑部加上娜美本就擅长水性的身体，可谓是强强联合，千钧一发之际冲出水面，连索隆看到都不禁感叹这极限操作。在剧场版中，山治也没少冲在捞人的第一线，可以说是捞尸大队中的中流砥柱。索隆的海底捞风格是勤劳中带着忠诚，索隆捞的最多的就是路飞和乔巴，有一次例外是捞斯摩格。本来索隆不理解，但这是船长的命令，索隆也没有怨言的执行了。但他必然会把路痴属性带到水里。在路飞落水后，索隆第一个游过去要施救，但很快就迷路了。不料其他伙伴开船紧随其后，处在视野盲区的索隆直接被无情撞翻，主要是其他人还都没有发现。索隆除了日常捞路飞，对于人来说，他的肺活量堪称恐怖，靠着一口气在水下可以 PK 空岛鲨鱼和霍迪琼斯，而且还能打赢。弗兰奇呢，他参与海底捞的次数不多，但他的水性也是极好的，尤其是2年后在水里来势汹汹的气势，还把娜美吓了一跳。一看是弗兰奇，手里还揽着被水流卷走的罗宾。2年前还未进一步改造的弗兰奇，可以和会跃步的鹦鹉猫头鹰在司法岛瀑布边缘周旋，最后机智的完成反杀。弗兰奇还将巨大化的乔巴打入水中，一是让他恢复原状，同时也是为了救他。不过弗兰奇把乔巴捞上来后，用脚给乔巴做急救按压，也是挺别致的。娜美也是，众所周知，她拥有极好的水性和天赋。在大伙被渔人岛的水流冲散后，其他人要么是被凯米所救，要么是伙伴们互相救援。娜美自力更生，自己就能平安上岸。她捞过索隆，捞过乌索普，捞过路飞，捞过布鲁克，所以可不能低估了娜美的海底捞能力。她也是草帽团捞尸大队主力中的一员。乌索普也会游泳，但是因为其他人一个个天赋异禀，不是铁人就是铁肺，太能捞了，就显不着乌索普了。只有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作为替补队员的乌索普才会搭把手。尽管以前草帽团捞尸队的阵容就挺不错了，但毕竟都是人，遇到强大水流的时候还是力不从心。司法岛那会儿还是可可罗婆婆关键时刻显露真身，把一帮人连惊带吓的给拖上了船。后来慎平登场，没多久就展示了拿手绝活，堪称是一个人救了一船人，把路飞、巴基、三哥他们捞上来，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摆在甲板上，自然的烘干晾晒，晾衣服的天天见，晾人的还是头一回。另外，慎平的海底捞能力还有传送功能，海流过肩摔，直接把老沙等人送到军舰上，还有把路飞送到包围壁之内，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除了以上几人，还要着重提一下2个特殊编外人员，布鲁克、乔巴，他们是跳下去的快，被捞上来的也快。奋不顾身虽然本是令人感动的词语，但是放在他俩身上突然好笑了起来。草帽团这个阵容还是非常合理的，能力者不多不少，捞尸队的队员擅长的都各有侧重点，即便是小组分头行动，也可以保证至少分配到一个会游泳的。论海底捞，没人比草帽团更懂如何捞人。草帽一伙飞页里的那些日常生活，要说什么是看海贼的一种享受，那必须有草帽一伙的生活日常了。而扉页里的日常不仅是尾田的亲笔画风，里面的元素也会更加丰富多彩，穿搭更时髦，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就比如草帽一伙在森林探险的这个，一伙人路过一处遗迹，这个场景非常有空岛的感觉。也确实，站在老虎背上情绪高涨的路飞，手里就拿着在空岛就捡过的小木棍，路飞的背包里塞满了随手就能拿出来吃的肉。乔巴呢，老实巴交的坐在老虎背上，非常乖巧。远处的山治手里拎着大包小包，这里面肯定都是大家的海贼便当了。其他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罗宾的身上，没错，这张扉页最亮的就是罗宾了。他在优雅的抚摸一只蜥蜴还是变色龙一样的生物，罗宾的气质就是这么优雅且帅气。玩扑克牌是草帽一伙平时的一种娱乐项目，而他们经常玩一种抽鬼牌的游戏。简单来说，玩家要用心理战术吸引其他人抽走自己手上的鬼牌，最后拿着鬼牌的人就是输家。这一把显然懊恼的乌索普有点危在旦夕了。山治和索隆得意的调侃乌索普，路飞吃的东西笑得贼开心，罗宾一如既往的从容优雅，罗宾甚至都不需要亲手拿牌，而且玩这种游戏，罗宾可以说是智商和能力的双重压制。乔巴在一边吃着东西，看着大家玩游戏，娜美也是吃着爱吃的橘子，看大家开心，娜美也是笑得非常甜美。
伙伴们围着圆桌有说有笑，吃着零食，喝着饮料，这生活相当惬意。草帽一伙玩赛艇也有很多非常搞笑的地方，大家注意看，每艘赛艇上都有2名伙伴，只有索隆的只有他一个人，没人敢坐。索隆的表情虽然很认真，但别人都在开局冲刺阶段紧握方向盘，索隆则是开局就双手交叉，有一种要转向的感觉。不出意外，索隆应该很快就会一如既往的开回起点去了。而且草帽一伙身上的编号都代表他们是草帽团第几位船员，比如路飞是1号，索隆这里有个2，娜美和乌索普这边有3和4，山治是5号，乔巴是6号。草帽一伙不止一次在扉页里玩鬼牌游戏，而这一次弗兰奇和布鲁克已经加入了，所以更热闹。可以看到乌索普、山治、弗兰奇手上的牌数相当，乌索普还趁山治得意时偷看山治的牌。罗宾只有2张牌了，快赢了，开心的看着路飞。最惨的就是路飞，手里还有一大把，而且抽到了布鲁克，凶多吉少。他们在吃一种外表很像香蕉，但里面是西瓜的水果。索隆把西瓜籽涂了一道优美的弧线，这个落点好像在山治的头上，可以想象下一秒这2个人就得干起来了。娜美在一旁削苹果，这种不来钱的游戏，怕是很难吸引到娜美的兴趣。远处的布鲁克和乔巴在摘苹果，布鲁克好像是把这头牛的红色圆形印花误认为是苹果了，刺了这头牛一剑，被牛兄一顿狂撵。玩累了那就得好好吃一顿吧。说真的，海贼王有时候也可以看作是美食番，尤其是扉页里绝对少不了各种美食。这不，草帽一伙在开飞象派对，他们在一只会飞的大象上吃着一种海鲜火锅一样的美食，虽然地方比较紧凑，但感觉大家这样紧挨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特别的温馨。娜美非常有爱心的夹给大象东西吃，乔巴也是把自己碗里的八爪鱼分给一只鸟吃。最舒服的还得是索隆，索隆嘴里咬着蟹钳，旁边就是自助啤酒机，一杯不够还得2杯，一杯接一杯。吃饱了，大家好像都困了，点个小夜灯，罗宾给大家讲故事听，配上布鲁克在一旁演奏一曲舒缓美妙的安眠曲。路飞和索隆这2人已经香香的睡去了，弗兰奇也是一脸睡眼惺忪，快撑不住，但很想听故事的感觉。乔巴翘着小脚丫，表情显然已经陶醉在故事里了。娜美和乌索普则是面带笑容，听得非常入神。山治痴痴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好事儿，旁边的动物也是很认真的在听罗宾讲故事。罗宾这得是讲了一个多么美好动人的故事啊！作为走在时尚最前沿的海贼团，草帽一伙平时也会注重形象。在扉页里，草帽一伙在集体做发型，乌索普和山治的腰间都有各种理发工具，看来这2位托尼老师对发型也是深有研究。路飞这个理发姿势，把腿搭起来，那是相当惬意了，而且还睡着了。一旁的乌索普趁机拿着一张图纸，似乎想让恐龙理发师按照这个给他剪，不知道乌索普想给路飞整一个什么新奇的发型。旁边的乔巴坐在小椅子上，非常乖巧，不戴帽子的乔巴露出那一撮小刘海，依然是非常可爱的。娜美似乎已经做好了新发型，一个丸子头，看起来还是非常靓丽的。布鲁克万年不变的爆炸头，他应该只是让理发师修了一修。后面沙发上的那几个，弗兰奇在烫头，专注的看着手里的发型杂志。不过弗兰奇这是嫌自己的发型还不够多吗？山治则是开索隆的玩笑，想让他剪一个特别离谱的发型，索隆显然是非常嫌弃的。罗宾一如既往的端庄优雅的在等待，安静的看着手里的一本时尚杂志。大家今天都很放松开心。其实关于草帽一伙丰富的冒险生活，主线里是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展示出全部的，而这些精美的扉页却可以完美填补冒险期间的空档期。他们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看海贼王的扉页故事确实也是一种享受。草帽一伙的日常生活习惯。草帽一伙人虽然性格上各不相同，不过他们在生活中有些人的日常习惯都很契合，总之就是可以很合得来的一起玩闹。比如路飞他们洗完澡总要来一杯牛奶，可他们看起来还是很享受洗完澡喝牛奶这一环节的。这牛奶也堪称神奇，蛋糕岛路飞布鲁克喝完牛奶牙齿就这么长出来了，索隆山治也有这个习惯，弗兰奇比较例外，他平时就喝可乐。洗衣服大会，草帽男生的衣服和女生平时分开来洗，娜美罗宾的衣服很多，所以他俩每天都会洗衣服。路飞他们的比较少，都是一囤一周，然后集中每周举办一次洗衣服大会，正好也能和娜美罗宾凑到一起。不过看起来路飞每次都在玩，不好好干活，娜美每次晾衣服的时候都有路飞的衣服在，路飞的衣服大多应该都是娜美帮洗吧。早睡组和熬夜组，草帽团的作息时间是2极分化的一个状态。娜美罗宾都是晚上11点睡觉，早睡早起非常规律。乔巴更早，晚上9点就睡了，一口气睡10个小时。但是其他男生们不到2半夜不睡觉，基本都是过了12点之后睡下。索隆夜里当保安或者锻炼，只睡3个小时，而且凌晨4点睡，7点起，这得多难受。路飞呢，虽然完全没有规律，不过他一天就睡5个小时，可见大部分时间都很亢奋，怪不得路飞索隆经常白天组队补觉。山治非常辛苦，路飞一天5顿饭，没几个厨子能扛得住，还要更精心的照料娜美罗宾的伙食，还要早起准备早餐。弗兰奇负责检查船只，也挺辛苦。乌索普应该在搞发明，布鲁克具体什么鬼不清楚啊，但从作息上来看非常可疑，他睡得比娜美罗宾晚1个小时，又赶在罗宾之前起床。老实说，是不是天天卡点偷看人家的胖次去了？打牌，说起这个，草帽一伙真的就没事很喜欢聚到一起打牌。路飞、索隆、山治、罗宾、乔巴、弗兰奇、布鲁克都经常一起玩，这方面的高手那就是罗宾了。不管对手是谁，罗宾每次都是胜利者的姿态，就没见罗宾在这个领域输过。
索隆山治弗兰奇的牌技应该也还可以，乌索普一般，路飞乔巴的牌技最拉。不过娜美好像是对棋牌类游戏不太感冒，每次打牌的时候都在一旁看大家玩。但其实娜美也跟大家一起打过牌。小贼猫认真起来，那也是吊打路飞乌索普，轻轻松松不在话下。搞笑的是，他们几个男生不管拼头脑还是手段，肯定都玩不过娜美罗宾的。日常钓鱼，路飞乔巴乌索普是铁打的钓鱼三人组，乌索普是爱好，路飞是想吃。那乔巴呢？乔巴可以用来当鱼饵，在哪儿都是储备粮。有时候有大鱼上钩的时候，其他人也会一起来帮忙。玩水大作战，每天在海上航行，草帽一伙最少不了的就是与水为伴。说起来也奇怪，船上沾水就废的几个人，偏偏就喜欢玩水，永远忘不掉路飞掉水里，乔巴和布鲁克双双往海里跳救路飞的画面。所以他们平时玩水的时候都会套上泳圈。草帽团的水项目除了有水枪大战，桑尼号也可以放出一个户外泳池供他们游泳。洗澡的话，因为草帽一伙的洗澡频率不一样，大概就是路飞索隆布鲁克1周1次，乌索普乔巴弗兰奇3天1次，娜美罗宾山治1天1次。不过男生们也会定期举办集体的洗澡大会来玩闹。然后就是草帽一伙的共同盛宴开宴会，基本上每个阶段的冒险后都会例行举办宴会，也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但他们更默契的点在于，当时在阿拉巴斯坦，乌索普、路飞、乔巴干杯，他们找的碰杯理由是欢迎艾斯成为我们的伙伴，这搞得艾斯很懵逼。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然后他们就改口了，为了美酒，为了美食干杯。娜美解释说，不用在意，他们只不过是找个干杯的借口而已啦。所以总感觉这帮人每天都很开心啊，快乐的时候可以尽情享受其中，即便手中的酒未必有多好喝，可随便找个理由